雌性，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小雌性纤细柔软，抱在怀中轻得仿佛一片羽毛。好美呀！黑龙呼吸一滞，他在兽世从不曾见过这样柔弱美貌的雌性。可是一个小小的雌性，怎么可能打破我的领域结界？不容多想，小雌性身上再次绽放浓郁的花香，如洪水猛兽般吞噬了黑龙残存的理性。瞬间，失控的黑龙化身眉目英挺的俊美男子，一把将小雌性紧紧拥入怀中。从不曾亲近雌性的黑龙，在此刻理智崩塌，如同寻找到解药的困兽一般，贪婪地吸取着怀中的香甜。痛！就在这时，黑龙周身金光大盛，一声龙吟响彻九霄，强大神力震颤的整个领域摇摇欲坠。该死，晋升了，这个领域马上就要崩塌。伴随一声闷哼，黑龙心头传来一阵绞痛，他正扯下胸口一片暗金色龙鳞，小心翼翼地放入小雌性怀中。抱歉啊，以这种方式结识你，领域要崩塌了，我必须先送你去安全的地方。这是我的密令，带着它，我很快就来找你，我的小栖主。这是哪里啊？我怎么会在一片原始森林？难道我重生了？之前梦中的男子被笼罩在一片黑暗中，我那时还昏着，也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呢。但他好像隐约提到了逆鳞，难道他是一个半人半蛇的怪物？美男连受伤都这么有性张力，我是白毛控，谁懂啊？谁在那里？不是吧，大哥，离这么远都能听到，你属狗啊？是个火系兽人吗？可是谁吃饱了撑的会住在这里？刚才他受伤，急着从高处跳进温泉疗伤，竟然没有注意到这里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一个雌性，他的身量怎会如此纤细柔弱？狐族、兔族还是蚁族？白毛、蓝瞳，他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吗？而被他盯着的男子此刻比他更加震惊，这个居住在极北之地的小雌性竟然拥有漆黑的长发和漆黑的眼眸。兽神林氏，你是谁啊？我叫白虎，双狼兽人。我猎杀凶兽时受了伤，想用这温泉疗伤，不知道你住这里，抱歉吓到你了。兽人？这温泉是我的，想用可以，但是要回答问题。这是哪里呀？兽人和凶兽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失忆了，一直住在这儿，你是第一个出现的兽人。陆梦瑶瞎编了一个失忆的借口，想从白福口中了解一下这个陌生的世界。思索了片刻，白福向他说起这片神秘的大陆。原来这里是兽氏大陆，大陆分为6个陆地板块和2片海域，他们身处之地是西北部密纹森林陆地板块。白福的家是森林中最大的双狼部落。除此之外，森林里还分布了火狐、羚羊、巨蜥等数十个中小型部落。而陆梦瑶所住的这片雪域是密纹森林最北边的极北之地。极北之地常年冰雪覆盖，气候寒冷，森林边缘还笼罩着毒气迷雾，是凶兽出没的地方。只有实力达到黄阶以上的高阶雄性才能进入这片雪原，狩猎凶兽，获取灵石。中低阶雄性若是靠近迷雾，轻则中毒受伤，重则性命不保。可我住了很久了，从没见过你说的凶兽。那是因为你住在温泉附近。原来这温泉是一个很特殊的灵泉，温泉附近四季如春，植被茂盛，泉水有愈合伤口的神奇功效，且温泉的刺鼻气味能驱散凶兽，使得这片绿地成为极北之地唯一的净土。你为什么要猎捕凶兽，获取那个什么灵石啊？有啥用处吗？天地万物都蕴含自然之灵，其中凶兽的灵石中灵力最强。雄性通过服食灵石吸收其中灵力，能够达到修炼天赋力的目的。凶兽是指野兽吗？白福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在给一个幼崽上课扶了扶额，认真解释。不是，凶兽是少部分野兽的变异种，
它们的自然之灵强大，能在额间凝结成灵石。不同颜色的灵石对应不同功能的属性，而且灵石的价值很高，能够用来交换很多稀有物资。他怕小雌性不理解，又补充一句：灵石是按照颜色和大小划分等级和价值的。哦，这灵石就是兽氏的货币吗？你这么理解也没错。感谢你说了这么多，我就不怪你污染我温泉的事了。陆梦瑶盯着眼前1米9多的高大男子，宽肩窄腰，银白色湿发贴在他劲瘦有力的腰身上，8块腹肌和人鱼线如同精心雕琢过一般，俊美的简直像一件行走的艺术品。哎呀，怕自己继续胡思乱想，急忙开启新话题。饿了吧？我给你做点吃的，你再给我讲讲兽氏的有趣故事呗。做饭？你？对啊。哎，你那什么口气啊？别小瞧我，我厨艺超好，保证你吃到停不下来。白福不是小瞧他，只是对于雄性而言，捕猎野兽直接吃就可以了。做饭那都是雄性取悦雌性的手段，雌性娇弱，不能化身兽形，吃不了生肉，所以兽氏家族里都是雄性将猎物烤熟，佐以盐巴伺候雌性享用。高高在上的珍贵雌性怎么会靠近火堆做饭呢？难道他有别的目的？白福不动声色地看着忙碌的小雌性。这个小雌性看起来是个流浪兽人，那他的兽夫和家人去哪儿了？刚刚他切菜的黑鳞大如碗口，流光溢彩的，那是高级冷血族雄性的逆鳞吧？巨蟒、森蚺，反正总不可能是避世不出的龙族。但冷血兽人大多冷漠寡情啊，纵然是妻主，也很难让他们献上自己的逆鳞。这个小雌性必然是某个冷血雄性的真爱之人，那对方怎么会把他丢到这个鬼地方呢？小雌性，你受夫呢？他怎么把你一个人留在这种危险的地方？什么受夫啊？受夫是什么？白福指了指他手中鳞片。这逆鳞不是你受夫的吗？啊，你说这个呀？我捡的。捡的？这个鳞片可是……哎，等等，他瞥到他纤细雪白的腰肢，上面竟然没有伴侣图腾，他还是个未成年。这个鳞片可是很难捡到的。人长得是帅，就是脑子不好使，说话莫名其妙的。过来吃饭吧，这附近只有鱼，勉强当肉吃吧。白福折腾了一晚上，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，抓起一块烤鱼就放入嘴中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么好吃？这真的是肉少刺多的水兽吗？你刚刚说到兽夫，你们是把结婚的雄性称为兽夫吗？结婚？哦，你想问的是结旅吧？结旅的雄性称为兽夫，雌性称为妻主。两人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，边吃边聊起兽氏的婚姻制度。结旅时，雄性会将灵魄作为契约，缔结到雌性腰间的伴侣图腾上，以此滋养雌性。同时，雄性胸口上会长出妻主兽形模样的伴侣印记，显示他有妇之夫的身份。感情好的伴侣，甚至能够通过图腾和印记感应彼此的情绪和方位。好神奇啊！灵魂是通过什么仪式缔结的呢？交配。好家伙，兽人说话可真奔放。他急忙咳嗽了几声，掩饰尴尬。这样啊，那你们的生活方式是一群兽夫狩猎养家，一个妻主生火做饭吗？做那么多饭，妻主有点辛苦呀。雌性不用做饭的，兽神赋予雌性精神安抚的异能，可以安抚雄性体内躁动的天赋力，帮助雄性修炼进阶。类似于灵石的作用吗？差不多吧，但安抚的效果更好一些。安抚力强大的雌性很受欢迎，更容易结旅高阶雄性。雌性只要做好结旅和生崽2件事就可以，其他事情都由家族中的雄性完成。你的意思是雌性只生育不养育吗？养育崽崽长大是兽夫的职责。这不就是雄性赚钱养家，雌性貌美如花吗？嘿，只要生几个崽崽，剩下什么事都不用做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这日子有点舒服呀。你们这里的兽人不是，你们平时生崽崽辛苦吗？我是雄性，生不了崽崽，这个要看种族。有些体格大的种族妻主生产会十分辛苦，有些种族比如弱兽人体格小，妻主生产时就相对容易一些。雌性不管繁衍什么种族的后代都没有轻松容易一说。你问点别的吧，别总盯着交配的事不放。那雄性怎么安抚雌性呢？交配。
白夫人已经麻了，这个小雌性怎么总问这种话题啊？问点别的。一妻多夫的话，那雌性岂不是要累死啊？小雌性怎么会有这么善良天真的想法？哪有雌性愿意公平的给每个受妇做安抚？其实高阶雄性的数量并不多，有些雌性很狡猾，会用尽手段劫掠高阶雄性，然后奴役驱使受妇。有些雌性甚至拥有几百个受妇，但劫掠之后一生都不会再给受妇精神安抚。不懂争宠和讨好妻主的雄性，只会沦为家族的工具，再难进阶。特别是对强兽人而言，雌性不喜欢体格强大的强兽人雄性，无趣木讷，又容易导致难产。为什么一定要靠妻主安抚呢？雄性不是可以自己捕猎凶兽，靠吃零食修炼吗？零食昂贵，高级兽人虽然可以捕杀凶兽，但过程中容易受伤，甚至死亡。一旦受伤，雄性随时会被家族抛弃，而且零食要献给妻主，由妻主进行分配。雄性们通常会用零食交换稀有物资，比如装饰皮毛、药剂，或是年轻美貌的弱兽人雄性。很少有妻主愿意把零食分享给受妇进阶修炼，所以越是强大的雄性，越不会轻易戒律。靠自己修炼虽然辛苦漫长，但不会沦为被妻主厌弃、被家族奴役的工具。陆梦瑶突然发觉受氏法则有不公平的漏洞。野外危险，雌性稀少珍贵，看来不管身处哪个世界，都没有真正的性别平等。过得不好，不可以离婚吗？离婚？那是什么？离婚？那是什么？就是离开伴侣，恢复单身，大家好聚好散的意思。不能，自古以来，只有妻主能够抛弃受妇，受妇不可以主动解除伴侣关系。为什么？这个小雌性居然想让雄性脱离伴侣关系，重获自由。他怎么会有这么善良慈悲的想法呢？难怪他能让冷血雄性献上自己的逆鳞。像他这样的雌性，怕是受氏总共也没有几个。雌性想解除关系的时候，可以催动异能，震碎并吸收受妇的灵魂。低阶受妇当即死亡，高阶受妇就算能活下来，也会实力大跌。但雄性却没有这种能力，那滴灵魄缔结到妻主体内，就一生为妻主所有。小雌性，你似乎还不太明白雌性到底有多珍贵。在这里，杀害雌性可是要受到天罚的。我们的兽神对待雌性当真是悲悯仁慈。这一夜他问了太多，也吸收了太多，再问下去既不礼貌，也容易让对方怀疑。天快亮了，你要离开这里还是继续养伤呢？如果贸然离开，遇到他说的那种厉害的凶兽，怕是凶多吉少啊。我要留下5天，期间会用到你的温泉，离开时付你零食当做报酬。小雌性怎会独自住在这么危险的地方，还把野生温泉占为己有？零食倒是不需要，我没地方花钱。你若真想谢谢我，就捕猎一头凶兽送给我吧。我好久没吃肉了，都快忘记肉是啥味儿的了。这副小模样生动娇俏，看得白福竟有些失神。行，捕猎一头大的送给你。陆梦瑶很久不见活人，一想到白福能住下来5天，突然心情大好。他取来干草，编织出一张厚实的草垫，然后摆放在遮阳棚下，给白福当床。又拿出几种消炎止血的草药，混在一起碾碎给白福敷上。阿弥陀佛，你们千万不要妖心相克呀，万一弄死人，我可损阴德了呀。白福一顺不顺地盯着在自己伤口上敷药的小雌性，心脏频率忽然有点乱呢。小雌性，你是个巫医吗？当然不是呀，我只是知道几种草药的功效，要是把你治坏了，我可不负责啊。敷完药，陆梦瑶给白福准备了一顿病号餐。那吃饭吧，非常时期吃点鱼肉，总比吃素强嘛。嘿嘿。水兽都能做成美味，不敢想象如果是凶兽肉会有多好吃。白福不受控制地对他卸下了所有的防备，虽然内心一直有许多疑问，却始终不曾开口询问。既然对方不愿意说，那他也没必要问。他只是一个流浪雌性而已，他有他自己的命运。萍水相逢，我不该好奇他的过往，更不该介入他的生活。哇，这一条够吃多少天呢？一声巨响从溪流上方传来，陆梦瑶抬头望去，赫然看见一只体型比装甲车还庞大的棕熊。这是白福说的凶兽，他咋不说凶兽这么大呀？我要死了！而溪流上方的棕熊也发现了他，冲着他发出震彻森林的咆哮。凶兽的叫声，难道小雌性出事了？看来我的寿神穿越之旅马上就要完结了。只是瞬息间，一道巍峨雪白的身影挡在了他身前。
凛冽的寒风中，守护他的是一头银白色如山岳般的双狼。这狼身足有3米多高，宛如远古神话中走出的雪原霸主。你没事吧？啊，这狼口吐人言，你是白福？是我。天哪，这是你的兽形，这么大只啊！白福心中轻叹一声，果然他的兽形吓到小雌性了。如果不是情况紧急，他也不想变成兽形。雌性们都很惧怕，甚至厌恶他们的兽形。强兽人为了讨好雌性，一般都会保持人的形态。待在这里，别动。只电光火石之间，双狼张口咬断棕熊的兽颈，一击毙命。白福化成人形，朝小雌性走来。啊！你先把衣服穿上行吗？啊！你先把衣服穿上行吗？什么？没有看过吗？你要不要听听看自己在说什么呀？谁家手好端端的光着身子到处走呀？对了，忘记你还未成年呢。小雌性可怜巴巴的模样，像朵被暴雨打蔫的花，让白福胸腔里翻涌出一股莫名的躁意。哎呀，雌性就是麻烦，他怎么这么娇气，摔一跤就擦破皮红眼眶了。那节细腰怕是稍微用力就会折断。这头该死的凶手，就该把他撕成碎片。他眼尾的那么红，怎么比朝霞还要灼眼？他眼眶里怎么是露出水汪汪的？真是要命！他的嘴巴怎么也红彤彤的？他要干嘛？他该不会是在勾引我吧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可以骑我回去。无所谓，我的兽形本来就这么吓人，看就看了，反正又不会少块肉。求偶？哼，笑话！我堂堂雪域狼主怎么可能？哼，他爱哭爱叫的，关我什么事？见他盯着自己不说话，他又紧张起来。又拒绝了是吗？我就知道。骑着双狼回去吗？天哪，我怎么可能介意？我超愿意的。还介意？我对毛茸茸根本没有任何抵抗力，好吗？真是太麻烦你了。他喜欢我的兽像，他居然喜欢，他还愿意骑我，他还摸我了！天哪！狼舍，我要把这高了！这死尾巴，你给我停住啊！喂！比云朵还软，比暖炉还舒服呢。白福，你好像只超大号的萨摩耶耶，最大号的毛绒玩具都没有你这么好摸。这头看似沉稳的双狼，此刻心跳快的呀，能震落松枝上的积雪。一路上，陆梦瑶只觉得自己深陷在一团巨大的云朵中，毛茸茸、暖乎乎的，还充斥着好闻的松木香。她双手很不老实，一会儿摸摸狼头，一会儿戳戳人家狼耳。耳朵很 Q 弹呢，戳起来咚咚的。哇，毛毛好松软呀，好像一只大狗狗，好可爱。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大狗狗啊？这是谁家的大狗狗啊？他感觉自己在撸狗，声音不由自主地夹了起来。小雌性，你是真的什么都不懂吗？这样乱摸乱戳很难受的好不好？可恶的小家伙，为什么说话的声音突然变得这样尖细甜腻啊？我才不是狗，我是双狼，我可恶，身上好热，你是要欺负死兽吗？这个凶兽肉啊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等我修养好了，一定给你做熊肉全席。他这么娇小，真的能保护好自己吗？如果我走了，他没肉吃了该怎么办？那些带刺的水兽怎么能够给雌性补充营养呢？如果他被其他雄性发现怎么办？这样一个被遗落在极北之地的小东西，无人守护着，他们会欺负他吧？要不要带他回部落？部落里那么多擅长讨好雌性的家伙，我又算什么呢？等等，不对，我在想什么呢？我才不要沦为雌性的玩物，我才不会担心他。那个，你以后还会来找我玩吗？你希望我回来？希望。白福沉默地站在晨光里，指尖无意识攥紧。他多想许下一个承诺，但却又怕成为无法兑现的谎言。部落和族人都在等他救命，肩上的责任不允许他任性的停留。我尽快回来，等我。好，等你哦。对了，我叫陆梦瑶。陆梦瑶，真好听啊。
像他本人一样，如梦如幻，像悬崖上触不可及的纯洁花朵。白福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么快？小慈祥，你愿意跟我回部落吗？你在那里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，天天有肉吃，还有其他的生活物资。搬家似乎很麻烦哎，而且你说过外围有毒气，我出不去。这是森林深处的避毒草，你吃了它就可以穿越毒气，东西不用带太多。到了部落，我会帮你安顿好。你一整夜都在找这株草药吗？冷不冷啊？饿不饿呢？我熬了肉汤，快过来喝点。这哪里是一只双狼呀，分明就是一只毛茸茸的萨摩耶呀！嘿嘿，真的是双狼哎！可恶，瑶瑶怎么这么好看？串圈时带起的风都是香香软软的，挠得手心酥酥痒痒的。这要是回到部落，我还守得住他吗？那群雄性不还得像饿狼扑食一样扑向他？可是我真的不想跟他分开，哪怕是几天都不行。你喜欢这个？这是你送我的第一个礼物呀，我变成项链戴了，好看吗？戴这个吧，更适合你。哇，太美了！这是紫水晶吗？谢谢你，白福。紫水晶是什么？真美！我的瑶瑶果然和其他雌性不一样，她做什么都很美，而且聪明能干、可爱温柔。可她这样的娇弱，以后不能让她再劳动了，一定要把她娇养起来。对，回去我就要开始学做饭，我要把瑶瑶养得白白胖胖的。部落的雌性懒惰又狡猾，单身雄性个个如狼似虎，我得保护好瑶瑶，不能让她被欺负。白福，要是部落里的兽人不喜欢我怎么办呢？他们不敢，我是密纹森林的最强兽人，在这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。有多强呢？判别兽人强弱的天赋力到底是什么呢？雄性修炼获得的力量叫天赋力，分为5个等级：兽阶、地阶、皇阶、天阶和神阶。除了神阶，其他4个等级又分为1至5星。大部分雄性处于兽阶和地阶，少数精英可以提升到皇阶。天阶在整个兽氏不到10个。至于神阶，是像传说一样的存在。断荣谷的老凤凰算一个，守护永劫之渊的那位大人也算一个。前不久听说极南之地的云龙谷出现了神阶龙族，但龙族避世，他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出谷。那你呢？你是什么等级啊？我是皇阶5星。哇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啊，年纪轻轻就已经是皇阶最高星了呢。也许再努力几兽轮会升到天阶。兽轮是什么？是年吗？不，兽轮只用来计算年龄，一兽轮是5年。5年？那你说升天阶至少也要10几年啊。白福，你多大了呀？我20兽轮了，你呢？我不记得了。身下的萨摩耶看似年轻貌美，实则是个100岁老人了。自己才区20岁，可不就是他口中的未成年吗？白福大人的身上居然坐着一个雌性。白福大人结旅了！天哪，白福大人真的结旅了！哎呦，他们好般配呀！那个雌性腰间没有伴侣图腾。哦呦，他看起来如此娇小，应该还没到成年礼。白福大人这是打算从小养着，将来当第一兽夫啊！哎呀，肯定的，不然白福大人怎么可能用兽形驮着小雌性啊？天哪，这小雌性居然不怕双狼的兽形！如果是这样，那是不是我也可以？你可真敢想，白福大人的兽形是双狼一族千万年来最美的，你那算什么？你一个巨蜥兽人也敢让雌性看你的兽形？巨蜥怎么了？我们也很高大健美。兽神在上，这个小雌性简直太美了，怕是比火狐部落族长的七主还要美。你这么说，等下灵犀知道了，肯定去撞你家山洞。灵犀天天说自己是部落第一美雌，我觉得她长得还没阿离漂亮。确实不如阿离娇俏，可她体健，繁育能力很强。哎，对了，灵犀向白福大人求偶多少年了？我看白福大人一直都不怎么搭理他。你说他要是知道白福大人带回来这么美的雌性，会不会去找麻烦呀？去，凭他也配？他都有几10个兽夫了，还妄想白福大人？我们狼王的儿子去到哪里，也应该是第一兽夫。我们狼王的儿子去到哪里，也应该是第一兽夫。对啊，而且这个小雌性真是极美，你们看到她的眼睛和头发没有？居然都是黑色。我活了快60兽轮都没见过这样的雌性。还真是啊，我也没见过。哦呦，好特别呀！我想试试和那个小雌性求偶，我的兽形也是双狼，说不定他能喜欢呢。他能接受强兽人的兽形，天底下再也没有这样完美的基础了。哎，那我也去试试，咱俩一起吧。我的兽形是3维火狐，拜托你用灰色的皮毛来衬托一下我的美貌，谢谢。滚！
可恶！我对白符示爱这么久，甚至答应给他第一受缚的位置，他居然变成兽形，驮着别的雌性回来了，这不是啪啪打我脸吗？哎呀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呀！那个雌性看起来那么瘦弱，还不知道能不能生崽崽呢，哪里比得上你？就是啊，她不过是长得漂亮一点罢了，还以为白符多不近雌色呢，搞了半天还是喜欢漂亮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我没她漂亮？哎呦喂，怎么会呢？你健壮美丽，是整个巨蜥族最美的雌性，想和你结侣的雄性能从双狼部落排到巨蜥部落。对呀对呀，而且你的繁育力那么强大，她那瘦弱的样子哪能和你比啊？没错，看我给那个瘦雌星一点教训，让他当着白符的面出丑，他们还没结侣呢，白符早晚会知道我才是最好的妻主。通知巫医和长老了吗？白符大人老树开花还是次要，带回救命的灵石才是正经事。哎，对，快去找巫医大人。我们就住在东南侧那座山上。部落东侧的河流蜿蜒而过，两岸果树成荫，偶有熟透的果实扑通地落入水中，惊起一群银鳞肥鱼。几位雄性正在下游的石板上揉制兽皮。最让陆梦瑶惊叹的是兽人的样貌，兽人身形普遍高大健硕，雄性身高1.9米以上，肌肉发达，五官深邃；雌性1.75米以上，高挑健美，曲线张扬，小麦色肌肤更衬托出它们的野性恣意的美。对比起来，我身高只有163厘米，没有健康的肤色，也没有令人血脉喷张的曲线，唉，像根小豆芽。你想住在哪儿？你愿意的话，可以在我的山洞旁挖个新洞，这样我们近一点，方便照顾你。我可以住在你这里吗？山洞太大了，说话有回声，黑黢黢的，也没有门，而且整座山住了这么多陌生兽人，我一个人晚上睡觉我害怕。我可以做饭打扫，而且我个子小，吃的少，占位置也很小，不会打扰到你的。哎呀，怎么会误会打扰呢？白符内心狂喜，随后面色平静温和回道：你不介意就好。瑶瑶，你先在家里休息，这里有红果和肉干，吃一点垫垫肚子。哦，后面有个活水池塘，是我私有的，你可以去那里取水，我必须要离开一下，日落前一定会回来的。你要去哪里？陆梦瑶一听白符要走，心里着急，完全没注意到白符悄悄地给自己改了称呼。我不想一个人留在空旷昏暗的山洞里。部落里出现疫病，有很多幼崽都病了。我这次去极北之地捕猎凶兽，就是为了获取绿色灵石，给崽崽们治病。我必须要把这些送去巫医山洞。你乖乖等我回来好吗？晚上给你烤肉。陆梦瑶看着地上的绿灵，足足50块。好家伙，白符这是在极北之地杀疯了。这些是我的灵石，你全都拿去，随便想要来换什么都可以。这些全给我，这里面还有绿灵，你都拿去治病救人吧。不用，你是雌性，需要使用绿灵滋养身体。陆梦瑶拿起一颗鸡蛋大小的绿灵，心里琢磨着这玩意儿该怎么吃呢？生吞吗？我先走了，等我回来。等等，你带我一起去吧，说不定能帮上忙。疫病有传染性，染病的幼崽都被转移到后山的空置山洞统一治疗。你这么娇弱，去了万一被传染怎么办？我也懂草药的，我真的可以帮忙。见他面色不松动，他又开始撒娇。好，白符，你别把我一个人留在山洞里，好不好嘛？好，但是去了以后，你别触碰幼崽。巫医大人，我带着灵石回来了。哎呀，好崽崽，回来就好，平安回来就好。被感染的幼崽病情持续恶化，已经出现皮肤发灰、气息微弱的症状。这绿灵就是最后的希望了，再晚几天，恐怕幼崽们熬不过去。巫医捻起几颗草药，在石碗中碾成碎末，清水注入的刹那，他将一枚翡翠般的绿色灵石轻轻地投入，唇间吐出古老的咒言。随着炉火煮沸汤药，灵石竟然如春雪消融，转眼间化成一碗碧波荡漾的汤药。哇，坚硬的灵石一下就煮化了，这是魔法吗？巫医颤颤巍巍地抱起奄奄一息的幼崽，将碧绿的药水缓缓喂入他口中。药液刚入喉，幼崽灰色的皮肤便泛起奇异的碧玉色光泽，那层死气沉沉的深灰色渐渐褪去，先是化作浅灰，继而恢复成健康的小麦色。兽神在上，总算有救了。陆梦瑶心下奇怪，她刚刚好像看到那个幼崽身上笼罩着一层诡异的黑色雾气，
像一团活物，覆盖在幼崽口鼻处，困得幼崽无法呼吸，像是在吸收幼崽的生命。灵石和巫术真的好神奇啊！喝了药之后，那黑气居然迅速消散了。巫医婆婆，我和白符想帮你打下手，可以吗？好，麻烦你了，小雌性。三人流水线分工，巫医配药，白符熬煮，陆梦瑶照顾幼崽们吃药。他惊讶地发现，每个幼崽身上都包裹了诡异的黑气，而且病情越严重，身上黑气越浓郁。更令他奇怪的是，当他抱起幼崽喂药时，那黑气像是惧怕他的双手，竟然逃也似的避开他。我手上有什么？这病源又是从哪里来的？乖仔，今天辛苦你了，你才来部落就帮了这么多忙，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。今天跟您学了很多东西，您的医术真神奇，该说谢谢的是我才对。崽崽们平安，我和白符一点也不觉得辛苦。明天我们还来帮忙。巫医婆婆，晚安。白符低头看向小雌性，目光中难掩欣赏喜爱之色。我们明天再来。看着两人离去的身影，巫医满脸慈爱。真是两个乖仔啊，白符真有福气，能带回来这么温柔礼貌的小雌性。之前呢，还担心他会孤独终老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这个小雌性居然赶来有疫病的山洞，还愿意照顾生病的幼崽，真是勇敢又善良啊！也许传承有望了。巫医本名叫白衣，一身医术的法门属于远古的双狼秘术，世代只能传授给双狼一族的雌性。他如今活了90多寿轮了，身边的几十个兽夫死的只剩下不到5人。本以为远古双狼大巫的秘术到自己这里要失传，没想到今天终于遇到了有潜质的雌性。虽然他还不是双狼一族，但是再观察一下，等他和白符结侣后，说不定……白衣眸光悲悯，又望了眼小雌性离开的方向。上林屋，上林舞，星光化成雾，一花香，百病消，治疗无寿香。这是什么歌呀？真好听。这是自古传唱的童谣，兽人从小就会唱，据说是兽神留下的预言。什么预言呢？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也许只有神殿的神职者才会知道吧。回到山洞，陆梦瑶终究没有忍住，拉着白符坐在角落，小声告诉他今天看到的黑气一事。白符的脸色越听越沉重，沉默许久，双手握住小雌性的肩膀，语气认真。瑶瑶，即使在拥有异能的兽氏，能看到你说的黑气，也不是什么好事。瑶瑶，即使在拥有异能的兽氏，能看到你说的黑气，也不是什么好事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刚刚说那些黑气会躲避你，似乎是在惧怕你。我想，你或许拥有某种特殊治愈之力。雌性的异能是精神安抚，能觉醒第2异能，堪比世间珍宝。如果被其他兽人知道你有这种能力，恐怕会引发兽氏的纷争。自古以来，只有2位雌性拥有治愈之力，一位是远古万兽神殿的大祭司，也是兽氏唯一的雌性大祭司；另一位是远古双狼大巫。大巫的治愈异能被外族觊觎，引起大陆战争，最后是他耗尽生命，才换来密文森林的安宁。瑶瑶，答应我，今天你所看到的，以及你能做到的，不要再让任何兽人知道，好吗？这是第一次白符感受到深深的无力。他本以为自己是密文森林最强悍的勇士，足以保护小雌性的安危，可现在他情绪翻涌，渴望变强的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。你放心，我永远都不会说出去。他此时心里也一阵后怕，既庆幸自己没有冒失询问巫医，也疑惑自己身为人类怎么会觉醒并拥有异能呢？他感受到白符的真诚和维护，心底生出感动，甚至忍不住想告诉他自己穿越者的身份，但最终忍住了。快过来，我做了煎肉和烤地瓜，快尝尝，今天的地瓜可甜了。张嘴啊！真甜。饭后，白符突然想起什么，掏出一只小小的兽皮袋。居然是粗盐，你从哪里得来的？用兽皮换的，只能换到这一小袋，你先吃。抱歉啊，家里什么都没有，等暖春季我带你去赶集，多买一些回来。我还以为只有河岸边的那种矿盐，没想到你们居然可以自己制盐。盐在兽氏确实很金贵，但盐矿稀少，大部分的盐都来自鲛人晾晒售卖的海盐。每年春夏2季，部落之间会举办市集，
兽人在那里可以交换到1年的物资，世界很热闹，下次我带你去玩。我的山洞好像真的很简陋，瑶瑶，委屈你了。我的意思是，别人家都有些石桌什么的，你想不想添点什么，像你的温泉那样？太好了，我们可以规划一下，内侧各出几个房间，做储物间和卧室，外侧做客厅和厨房，生火做饭，还能招待你的朋友们。然后铺上地板，还要做个门帘。哎呀，你都不知道，昨天回来时，我看到山洞里兽人们正在，哎呀，总之还是要遮挡一下吧。乖仔仔，多晒晒太阳补钙哦。阿母，还要吃。你干什么？你这个野雌性，快放开我的崽子！远处草丛中突然蹦出一个高大的人影，金灰色长发如瀑垂落，麦色肌肤下肌肉线条分明，高挺鼻梁，薄唇紧抿，看起来十分气愤。你这个黑心野雌性，居然哄骗我崽子喊你阿母，不要脸！这个野雌性不仅抢走了白符，现在连我的崽子都要抢。林夕，你干什么？谁让你来的？你不知道现在这里是隔离区吗？我不能来，那为什么这个新来的野雌性就可以来？他凭什么碰我的崽崽？凭什么让我的崽崽喊他阿母？你误会了，刚才我给崽崽喂饭。胡闹！崽崽疫病还没好，灵犀，你这不是添乱吗？什么？我刚刚分明看到他抱着崽崽，我还以为已经没事了。灵犀，你回去吧，等疫病好了，我会带着崽崽回部落的。那我怎么办呢？魏大人，我会不会被传染啊？回去把这个煮水喝了，不会有事的。灵犀千恩万谢的接过，拿起草药就头也不回的跑了。这可是他亲生的崽崽，他怎么这样啊？因为这个崽崽是雄性，在阿母眼里，他们远没有自己的性命珍贵。但是能冒着风险来这里看望崽崽，灵犀也算是个不多见的慈母了。梦瑶崽崽，你刚才有没有受委屈啊？没，刚才是误会。乖崽，快带梦瑶小雌性回去吧。她刚来部落，还没安顿休息好，幼崽们已经脱离危险，疫病很快就会结束了。我这里有兽夫帮忙，你俩不用担心。以后啊，得多护着点这个小雌性。陆梦瑶和白衣道别后，就骑着双狼前往部落外的广袤森林。森林风光秀丽，令他有一种野外旅行的感觉。他带着白符，一边在山林间寻找着装修材料，一边触碰各种植物，解锁新的食材。居然是大蒜，难怪刚才潜意识觉得这是香辛食材。哇，这是玉米！白符，我们以后不用只吃土豆地瓜了。哇，白符快来，这边长了好多野山菌呢！天哪，这是松茸，居然这么大！红色这个是牛肝菌，黄的是鸡油菌，这个有伞盖盖的是羊肚菌。这些煮汤超级鲜美，能掀掉你的眉毛，统统包起来。瑶瑶，蘑菇不能乱吃，我们平时只吃白色圆菇，彩色蘑菇吃了会中毒的。以前有个兽人吃了红色蘑菇，当天晚上就被毒死了。啊，平时只吃白色圆菇，这不是暴殄天物吗？白符，你相信我吗？相信。那告诉你个秘密，其实啊，我认识所有的植物哦，你跟着我摘，一定能收集到美味无毒的蘑菇。好。自从相识，小雌性就不断地带给他惊喜，他也越来越相信小雌性的每一句话。就像这个蘑菇，只要小雌性说能吃，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吃下去。而小雌性的智慧远不仅此，他刚刚居然说自己认识所有的植物，这是什么逆天的能力啊？就连大巫也不敢这样夸口的。瑶瑶，你到底还要给我多少惊喜？松茸、灯笼椒、小龙虾、大蒜、玉米，你怎么会想到这么多好记又好听的名字？糟糕，陆梦瑶心中警铃大作，因为白符一直淡定地面对他的人类语言，再加上他没接触过多少兽人，所以就对兽氏简单的语言系统大意麻痹了。刚刚他一兴奋，竟然脱口冒出一连串的新词汇，会不会吓到兽啊？我怎么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呀？这个虽然失忆了，但有些名字可能是我之前生活地方就有，所以看到后自然而然就说出来了。有些是我自己编的，毕竟动植物种类这么多，如果起个名字就容易分辨了呀。
那你们平时要怎么描述这些东西啊？兽人会跟随本能寻找食物，大部分植物和野兽都不会起名字，比如水里的都叫水兽，你说的地瓜、土豆都叫根茎果，各种颜色的甜果叫红果、绿果什么的，还有你口中的葱和蒜，兽人不吃这些，不好吃也不能果腹。不过你这样起名确实容易分辨，也许巫医那边可以跟你学习，草药种类繁多，这种取名方式很适合用来分类。瑶瑶失忆了，却可以记住动物和植物的名字，如此他为什么对恪尽兽人骨血的童谣无知无觉呢？他隐瞒的过往究竟是什么呢？对了，白佛，我很好奇，你们作为双狼应该只吃肉才对吧？为什么你们也吃果子和蔬菜呢？甚至还吃盐？我的傻瑶瑶，我们是兽人，不是野兽。只觉得小雌性怎么看怎么可爱，它就像是个刚出生的幼崽，对兽事法则一片懵懂清澈，却充满了探索欲。这种奇妙的感觉让白夫忍不住怀疑它来自另一个世界。全兽形态的雄性确实只捕猎吃肉就可以，但更多时候我们需要保持人形。人形态的兽人食物种类会变得很杂，需要从更多食物里获取营养，更何况是不能化形的雌性呢？它们需要各种各样的食物来维持身体健康。又比如部落里还有很多弱兽人，他们兽形时只吃草木，但恢复人形态也需要吃肉和补充盐分。看来兽人的人形态和人类很像，都是杂食性动物，难怪他们要吃盐，还要吃熟食。这种能随意切换两种形态的物种还真是神奇。啊，好美啊！这树看起来很贵气呢。白夫，你能把它做成木板吗？白夫点点头，单手画成兽形，锋利的兽爪3两下的就把树干裁切成一块块大小统一的立方体。白夫你好厉害呀，这么轻松就搞定了。这兽爪简直太锋利了，天底下再也没有比你更能干的兽人了。白福呢，在一声声夸奖中逐渐迷失自己。傍晚时分，双狼驮着小雌性和一堆石器木材回到部落，引来一群兽人的好奇观望。白福大人弄回来的啥呀？看着好有趣。不懂，可能是为了讨好妻主吧。那些东西是用来做石榻的吗？听说他家里啥也不装饰。你看，白天兽皮卷上去，垂下树叶门帘透气，还能保护隐私。阳光晒进来，五颜六色的一定很美。晚上就像这样就能安心的睡觉啦，刮风下雨也不会冷呢。瑶瑶可真聪明。白福，明天我们做一些家具吧，在地上睡觉吃饭都不舒服呢。好，雌性们会睡石榻，明天给你做一个。其他的家具，你说说是什么样子，明天都给你做出来。好。陆梦瑶眉眼弯弯的，笑嘻嘻描述起床、桌椅、箱子、柜子的模样和功能。白福顺着小雌性的描述努力的想象，并把那些细节在心里一一记下。白福，今天多打点水回来好不好？我想洗个热水澡。好。这些本该被驱使的事情，雄性的分内之事，为什么从小雌性嘴里说出来就这么的令兽舒坦呢？而现在一切苦难都已过去，是白福给我带来幸福快乐的生活。想到白福，陆梦瑶抿嘴一笑，忽然想起他专心缝纫的笨拙模样。他最近呢，给他缝了2套新衣，一套鹅黄色软毛分体裙，一套粉白波点过胸加短裙的套装，都是部落里雌性们流行的款式。白福最近宅家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每天处理完部落事务，都会第一时间扛着新鲜的猎物回家。你还不知道谁啊？以前最讨厌雌性，怎么现在捕猎都专门挑浅色和花色的猎物下手？回家还要摘点野花？你未来的小妻主把你调教的不错呀。快带我去见见他，我要把你以前骂我妻主的话通通骂回来。活着不好吗？说完转身朝家里走去。回到家就能看到他的瑶瑶了。今天加餐。我来吧，你别沾到腥味儿。不要，要是你做饭，我们的加餐就没了。篝火上很快飘出香味儿。白福倚在石壁上看他忙碌，湛蓝色的眼眸柔和下来。他其实偷偷练习过做饭，结果烧糊了3口石锅，最后被白羊嘲笑了整整1周呢。尝尝咸淡。好喝。白福变回兽形，趴在池塘边的石板上。陆梦瑶枕在他身上，用手指给他顺毛，忽然发现他右耳有道旧伤疤。这是怎么弄的？
哦，和流浪兽人打架时弄伤的，不过他们更惨。咦，那尾巴尖上的这个小伤口呢？小时候闹着玩，被白羊咬的。那你咬它了吗？没，我把他打哭了，他现在很听话。陆梦瑶忽然有些羡慕，白福有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，可是他从来没有长久的朋友。我也想交朋友，很多很多朋友。看到那颗红色星星了吗？传说远古有一位狼王爱上了一只会发光的萤火虫。他的声音比夜风还轻，讲到关键处突然停下。然后呢？狼王求兽神把爱人变成了永不熄灭的星辰。很蠢的传说。才不蠢，你明明讲的超认真。我也想求兽神把你变成永不熄灭的星辰。白福，你听说过铜锅涮羊肉吗？也许今天晚上我就知道什么是涮羊肉了。要是有麻酱的话，这顿简直完美。瑶瑶，我回来了，你看看这些是你说的虾吗？哇，小龙虾啊，这个可好吃了。白福，你真棒呀，居然抓了这么多，你怎么这么好呀？我只说过一次你就记在心里了呢。好听爱听，多说点。哎，对，我就是小雌性最棒的大狗狗。哎呀，小雌性真是温柔可爱呀！小雌性说的每一句话都要牢牢的记在心里。试试这个呀，可以解腻。哦，腻？怎么会腻啊？不过瑶瑶给我夹菜了，天底下还有哪个兽夫能有这待遇啊？老子真幸福！哎，吃！你尝尝。瑶瑶又给我喂饭了，好紧张，她真的超爱我的。哇，这是什么绝世美味啊！我爱内脏，以后我再也不想吃生肉了。好吃啊！瑶瑶，你真厉害，连内脏都可以做得这么美味。白福觉得小龙虾肉实在是太少了，只尝了个鲜，但看到小雌性喜欢，就认真的包了一大碗虾肉投喂他。不要了，再吃一口就要吐了。天哪，为什么雌性和雄性的饭量差这么多呀？白福，你一顿能吃掉一整条羊腿，可是我才吃一点就饱了，太不公平了。变成人形，我的饭量也随之变小了。兽形的话，一顿可以吃掉一整只卷毛兽，只是人形不抗饿，一天要吃2顿，兽形吃1顿可以4、5天都不用吃东西。哇哦，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呢。白福，今天晚上变兽形带我去森林里玩好不好嘛？上次你说晚上会有发光的虫子和植物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好，想去哪里都可以。白福耳朵又红了，陆梦瑶心里偷笑，嘿嘿，只要一撒娇，白福的耳朵就会红。最喜欢看高冷双狼害羞的样子，真好玩。白福，听说你有妻主了，我带着白羊和赤信来看望一下你的妻主，毕竟大家都是邻居。哦，看望我的妻主，就这么空着手来了？这话说的，都是邻居，还带什么东西啊？说完，他就看向了陆梦瑶。这一看，3个客人皆是一愣，眼前的小雌性太过耀眼，一身雪白肌肤如皎月般光洁，笑意盈盈的黑眸中仿佛有一片星河，纤纤身量竟比羽族雌性还要娇柔，一头瀑布般的长发竟是他们从未见过的黑色。她果然像部落里流传的那样娇小易碎，宛若世间灵宝。天哪，你真美！我从没见过你这类型的雌性，竟比我阿母还要貌美。你是什么种族啊？啊？陆梦瑶懵了，第一次见面就被美颜御姐这么热情的夸夸吗？你好，我叫陆梦瑶，在森林里受伤失忆，被白福捡回来的。我可能是个弱兽族。那个，其实我觉得你更美，明艳动人，美丽绝伦。我叫阿离，火狐一族，我的阿父是火狐部落族长，阿母是密文森林第一美雌哦。可是我觉得啊，你比我阿母还要美丽呢，难怪白福会选你当妻主。我若是雄性，也会拼了命的讨好你，取悦你。谁懂啊？我好像被一个总攻御姐撩拨了呢。哎呦，这流氓兽谁啊？能不能扔出去啊？别带坏我的小雌性，滚啊喂！好了，人看完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别呀，来都来了，我和兽夫们还没有吃饭呢。那就留下一起吃饭吧，正好今天做了涮肉，可好吃了。天哪，怎么会这么好吃啊？白福，我都不知道你做饭这么好吃。好吃，太好吃了。赤信，
再剥几只虾，还有那个羊肝也多煎几块。白羊，再给我倒一些椰浆，还有地瓜也好吃，继续烤。明天我也要在家里吃到这些。好，这些东西怎么做的？等一下教教我，不白教。明天送你一条稀有粉色兽皮，怎么样？这些不是我做的，是瑶瑶。什么？瑶瑶，白福是不是虐待你了？他逼你做饭了？他还对你做了什么？别怕，告诉我。我家虽然打不过他，但我们火狐部落会出手救你的。白福对我很好，很温柔，很体贴，是我自己喜欢做饭，主动做的。他不想我辛苦，做了大部分体力活和家务，我只是把东西弄熟，调个味而已。哎呀，别担心，我做的饭很好吃，看到大家吃饭开心的样子，我超有成就感呢。白福垂眸，温柔地看着小雌性。瑶瑶刚才的维护让他心里软成一片。啊，这样啊，那还真是意外。此时阿离除了惊讶还是很尴尬的，他刚刚是不是把武力值爆表的冰块脸给得罪了呀？而白羊和赤信此刻呢，除了震惊还有强烈的羡慕。他们想不明白白福的雌性怎么会这样温柔呢？说话软软的，笑容甜甜的，居然还会主动做饭，还维护他。他们并排而坐，看起来很亲密。小雌性依赖白福的模样更是让受羡慕。7个兽符加上我一共8个。什么？7个？你们俩记得尽快学会，要是学不会，以后再不用上我的石榻了。阿离放心，只要是你喜欢的，我们一定做到。这顿饭吃的呀，只让陆梦瑶想到4个字：女王大人。此刻受氏的雌尊雄卑被具象化了。他叫白羊，黄阶1星双狼族，我的第一兽夫，也是我最喜爱的兽夫。我是跟随他在双狼部落定居的。哦，对了，他和你家白夫是好朋友。他叫赤信，地阶4星火狐族。怎么样，他们俩都很好看吧？本着对美好事物的欣赏之意，陆梦瑶忍不住的又多看了赤信2眼。白福注意到小雌性的眼神，不动声色的向他身边靠得更近了些。怕2个美男回去挨训，陆梦瑶主动提出教大家做饭。阿离听后十分的开心，小狐狸眼一眯，表示明天呢还要带兽夫们来吃饭，当场学习。这是陆梦瑶从小到大第一次招待朋友，她有些激动，开心地说道：热烈欢迎阿离全家来吃饭。白福冷眼看着他们亲切互动，想到明天这个厚脸皮的阿离还要拖家带口的来蹭饭，太阳穴就直突突。阿离，明天你想吃什么呀？有没有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啊？卷毛兽，我还想吃卷毛兽涮肉，真是太好吃了。哼，好的，那明天你带几个兽夫过来呀？我算算要准备多少肉。7个兽夫，加上我一共8个。什么？7个？你有7个兽夫啊？阿离怕小雌性觉得自己兽夫太少，又解释道：我才17兽轮，成年不久，所以兽夫少。我可是很受欢迎的雌性好吗？兽人16兽轮成年，参加成年礼后就可以结履。陆梦瑶掰着手指算了起来，阿离17兽轮，1兽轮是5年，也就是说阿离成年后5年找了7个兽夫，平均每8个月就会增加一个新兽夫。阿离你真厉害。你呢？多大了？20。什么？你都20兽轮了，居然还没有伴侣图腾，还没有结履？你白福他怎么忍得住啊？唉，算了，过几天刚好有部落成年礼，我带你去参加，先把图腾结出来再说。伴侣图腾？对啊。阿离指了指自己腰间的图腾，说道：你看，这是我的伴侣图腾，和我的兽形一样，是一条6尾火狐。虽然1兽轮换人形后再也不能变回火狐，但本狐奶奶的兽形就是这么美呢。看到这上面7个小圆点吗？是我伴侣的灵魂。你看，小狐狸心口这一颗，就是第一兽夫白羊的灵魄呢。好神奇啊！那我要是结不出伴侣图腾怎么办呢？结不出你就是雄性呗。啊，伴侣图腾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可是人类呢，我能结出个西瓜呀，我结。白福，你真好看。那我和赤信谁更好看一点？这家伙居然还记得他吃饭时多看了赤信一眼。我只是觉得赤信的眼睛和阿离很像姐弟呢，所以才多看了一眼。白福可是我心中最好看的雄性，是独一无二的。白福嘴角扬起好看的弧度，显然被他这话取悦到了。那瑶瑶，你喜欢我吗？陆梦瑶心跳加速，痴痴的点头。非常喜欢的。
他将她搂在怀中，荧光与树影交织，仿佛为他们编织出一片私密的天地。他温柔附上她的唇，这一吻深情而绵长，仿佛要将所有的爱意都倾注其中。陆梦瑶脸颊绯红，娇羞的模样让白福喉结微动。瑶瑶，我好喜欢你，自从遇到你，我再也不想独自行走于兽世，我的世界全都变成了我们和我们以后的生活。我想与你相守，没有你我活不下去，成为我的妻主，好吗？陆梦瑶心跳如擂鼓，眼中泛起泪光。她轻轻点头，声音微颤：好。瑶瑶，你好聪明啊，我要和你天下第一好。我也愿意。没想到食物鲜美的秘诀是葱蒜和灯笼椒，不仅能掩盖腥味，还能激发鲜味，受油和火候则能控制食物的口感。以前为了妻主的健康，我们放太多盐巴了。陆梦瑶听完激动的鼓掌，真是他乡遇知音呢。白羊还尝试着用2种其他水果混合榨汁，创造出一款全新饮品。哇塞，西柚青铁！白羊，你是怎么想到的？要是能加点蜂蜜就更完美了。白福在一旁看得满心懊悔，曾经跟在他身后修炼的白羊，如今竟然在厨艺上将他全方位碾压。他暗暗发誓，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如何侍奉妻主。西柚青提，瑶瑶，你好聪明，居然能想到这么好听的名字。瑶瑶一直都这么聪明，剩下的你们来做吧。瑶瑶累了，我带她去休息。瑶瑶，我带了好多种果子，你尝尝喜欢哪个？我以后天天让白羊去摘。不用。死狐狸，快走开啊！我的小雌性我要自己宠。饭后，阿离坚持要陆梦瑶参观自己的山洞，并请他帮忙改造。阿离的山洞分为一个大洞和2个小洞，外侧的大山洞摆放着石块、桌椅和一口巨大的石锅，内侧的2个小山洞铺满兽皮，分别是阿离和兽夫们的住处。陆梦瑶对山洞的空间分割赞不绝口，阿离却俏脸微红，解释道：哎呀，人家害羞嘛，晚上最多只能让3个兽夫陪我睡，但其他兽夫就这么看着，人家也会不好意思的，所以才要分开睡嘛。啊，害羞只能3个？你要不要听听自己说的什么虎狼之词？你俩动作快一点，我今天晚上就要住新家。2位美男乖巧点头，随即开始了忙碌的改造工作。只见幽叶双手撑地，掌中散发着褐色的光芒，一棵粗壮大树拔地而起，无数岩石仿佛感应到召唤，从土地中翻滚而出。阿离，你的兽夫们好厉害呀，他们居然会魔法。啊，魔法？那是什么？不过确实厉害，幽叶的通灵异能很少见呢。通灵？是他手上的光芒吗？所以你失忆以后，白福真的是什么都不跟你说吗？你确定他对你很好？他们刚刚使用的是异能，异能分为遇水、寒冰、控火、雷电、风行、兽王、通灵、光能者和雌性的精神安抚。每个兽人拥有一种异能，雄性的天赋力阶级越高，异能就越厉害。比如我家幽叶，通灵异能地阶5星，能召唤山石草木；赤性是风行异能，可以操控风刃，是攻击力很强的武器。我的伴侣可不是瞎找的，每种异能至少要找1个吧。不说别的，生活也能方便点儿。你看白羊，他是寒冰异能，属鸡有他做的冰块，山洞里超凉快。而且我家白羊是黄阶1星，他还能操控冰刃，很厉害的。今天真是让本湖奶奶有面子。决定了，今晚就让你们3个陪睡。阿离，没想到你的兽夫这么厉害，真是了不起。瑶瑶，你不会还不知道你家白夫有多厉害吧？白夫也有异能吗？白夫可是黄阶5星兽人，整个密纹森林最强大的双狼勇士。我们俩呢都是寒冰异能，但他的实力更强大，不仅能操控冰刃，还能使用冰盾，攻防一体，无坚不摧。哇，不是吧，白夫你这么厉害呀？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你有异能啊？白福被夸得一阵舒爽，只觉得心情轻松了不少。他很懊悔自己没有早点跟小雌性介绍他的寒冰异能。哎呦，好险，差点被其他兽比下去了。白福大人，请问您背的这个是什么？它看起来十分轻便，容量也很大。背篓用藤条编织的。请问您可以教我们怎么编织吗？这真是一件宝贝，能让我们在劳动时腾出双手采摘。背篓是家里小雌性编织的，我得先回去问问她的意思。感谢您。
你家白夫太小气了嘛！这么好的山洞，这么棒的饭菜，就是不肯让大家来学。他自己冷漠，也不让你交朋友，他就是个自私鬼。我平时喜欢自己待在家里，白福是怕总有兽人来会打扰我休息，他是心疼我。还没结旅呢，就维护上了。以后要是兽夫多了，个个都要这么维护吗？哎呀，阿离，你说什么呢？白福黑着脸走进来，没好气地对阿离说：“你怎么天天赖在我家，无事可做吗？”阿离背后说兽坏话被抓包了，心虚的不敢吭声。瑶瑶，部落里的弱兽人想要学习编织背篓，托我来问问你，弱兽人的力量和耐力都比较差，生存艰难，你愿意教他们吗？当然愿意啊，能帮大家改善生活，我很开心的。辛苦你了。陆梦瑶却并不觉得有什么辛苦，这里以后会成为他的家，帮兽人改善生活，壮大部落，又何尝不是帮自己呢？白福，你可以找来这种植物吗？绿色的。阿离凑过来，一眼认出这是森林南部的植物，以前白羊带他出去玩时见过。得知是制作背篓的材料，阿离便喊来白羊，让他去砍竹子。白羊收好石板，化身灰色双狼，快速地赶往森林南部。白羊一个人去可以吗？这种植物很大，他能砍多少啊？难怪白福找不到欺辱，空间这种天大的好事都不告诉小雌性，这货脑子有病吧？小狐狸叹气，随即双手释放天赋力，虚空划出一个5立方米大小的空间。兽人结旅后都有空间的。小米，陆梦瑶的小脑袋瓜宕机了。空间呢？小说里才有的空间呢，我居然现在才知道。结旅之后，妻主和兽夫会拥有一个可以共享的空间，兽夫数量越多，天赋力越强，空间越大。等我们结旅，你也会有空间的。这小东西对什么都很好奇，真是太可爱了。其实白福自己也不大记得空间这个东西，他单身太久，又独来独往，很少接触其他伴侣的空间。他平时接触最多的结旅兽人就是白羊，但那货呀，每天跟他扛着猎物东奔西跑的，几乎不怎么打开空间。陆梦瑶害羞的点头，心里默默期待着早点和白福结旅。等我们有了空间，我要在里面养鸡种地。这不行哦，空间里没有流通的空气和阳光，也不能保鲜，只能存放风干肉、兽皮和零食这种不容易变质腐烂的东西。这背篓轻便美观，真是非常实用的容器，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学会。这种复杂工具的制作技法都是很宝贵的知识，不管能不能学会，学了总是好事。我好激动啊！小雌性居然肯无私教授宝贵的知识哦！我想求偶。滚一边去！学习就好好学习。白福大人还没结旅呢，你求个屁哦！白福大人，你帮我记名字了没有啊？我和我阿兄都要来学，要记2个。他也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，不然他怎么可能白白教给大家？我看他就是刚来部落，想在大家面前出风头。说白了，就是在白福面前展示自己。我可不信一个雌性真能教大家什么宝贵知识。这兽世可从来都没有过什么雌性智者。白福，外面好吵哦。是来学编织的，你再睡会儿，我去赶他们走。编织啊，是今天要教的课。别急，是他们来太早了。抱歉，让大家久等了。那个，我们这就开始上课吧。是我们来的太早了，您不用着急。我还会编其他东西，你们想学吗？想，感谢您教我们。这种植物叫竹子，长在森林南部。大家学习了基本原理后，可以发挥想象。相信凭大家的聪明才智，一定能创造更多的新工具哦。太感谢您了，我们明天就去砍竹子。哦哟，今天学了好多东西啊，我都怕自己记不住，哪还能创造新工具啊？太惭愧了，原本还担心今天白来一趟，没想到收获这么大。陆梦瑶大人，我的好朋友今天家中有事来不了，我想请求您允许我把竹编技巧交给他。当然，如果您不同意的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会泄露。他羞红了脸，双手不安地搅动兽皮裙的一角，没好意思说朋友是因为听信灵犀的话才没来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陆明，我叫陆明。好巧呢，我也姓陆，我记住你的名字了，陆明，你很有天赋，要记得交女朋友哦。运用竹编技法制作工具，能方便生活和劳作。希望大家将技术交给有需要的兽人，不用专门征询我的意见。大家把日子过好，就是我和白福的心愿啦。山洞外一棵大树后，灵犀像尊雕像孤零零地站了一整天。他听不清里面在说什么，只能看到大家脸上洋溢的喜悦和时不时爆发出的欢呼声。
这和他原本预想的不一样。他无法相信那个新来的野雌性居然真的在教大家知识，像个智者一样吗？这样的兽人只在传说里听过，我不信。只1天时间，他不仅让白府的眼睛离不开他，甚至赢得了在场所有兽人的喜欢。这怎么行？凭什么他这么受欢迎？你这个野雌性很有问题，来路不明，还会制作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。你不会是从哪个兽城里逃出来的吧？可别给我们部落带来麻烦。我之前是流浪兽人，去过很多地方，学过很多东西，现在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教给大家，是出于好心，不会给部落带来麻烦的。一个独自流浪的雌性，这话说出来你们谁信啊？你在野外怎么生活？没有家人保护？还是说你做了什么坏事被家族驱逐，他们不要你了？没有，不是你说的这样，我有家人，我的家人很爱我，他们在几年前去世了，如果他们还在，我不会流浪的。林夕，你想干嘛？你这家伙怎么总是这样啊？雌性们都是互帮互助，偏偏你搞特殊，抓个新来的雌性不放，有本事欺负我啊！来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阿离，你可真好骗，你居然维护一个流浪兽人。我问你3个问题，他一个雌性怎么流浪？他既然流浪，为什么要跟着白符回来？他说过自己的身世吗？别装可怜，有本事就说明白，从哪里偷学来的这些知识？为什么要免费教大家？你对部落和白符到底有什么企图？家人都死了，那你是什么种族？别是什么凶残的冷血兽人吧？你今天必须说清楚。够了，她是我未来的妻主，我替她担保。他森冷的目光如刀锋般直刺灵犀。想学习的欢迎留下，想欺负她的，别怪我不客气。珍贵的雌性也是一样，看看到时候你们的兽夫保不保得住你。这个一战成名的家伙，强大战力震慑整片森林，他的兽夫们在他面前恐怕连塞牙缝都不够。哎呀，灵犀你别闹了，你们都是珍贵的雌性，别互相为难。灵犀啊，你太刻薄了，小雌性温柔善良的，不会给部落带来麻烦的。对呀，他今天教了我们很多知识，大家感激都来不及，怎么还能怀疑他呀？白符大人都给他担保了，你就放心吧。要我说，你就是针对他，我劝你放弃吧，别惹白符大人生气。灵犀，你都几10个兽夫了，就别抢白符大人了。你要想抢，就抢我吧，我单身。灵犀咬紧嘴唇，瞪了陆梦瑶一眼。你给我等着，在太阳底下晒1天不说，还被大家嘲笑丢了面子。可恶的陆梦瑶，真是个坏雌性，我一定要收拾你。我不会给部落带来麻烦的，以后我不和灵犀来往，部落这么大，不产生交集就没事了。见白符的面色还是难看，他笑眯眯的哄他开心。今天上课很成功哦，收获了大家的喜爱和善意，我成就感满满呢。让你受委屈了。还好啦，白符，你刚刚维护我的样子，男友力爆棚，好帅呀！又说傻话逗我开心，我会派人看住他，让他别再给你找麻烦。你脾气太好了，他再敢说你是流浪兽人，我一定狠狠骂他。陆梦瑶心里苦笑，可那个灵犀说的每一句话，他都很难辩驳。他确实是个来历不明的流浪兽人，哦不，是人类。野外生存不易，他想留在部落，那只能通过努力向大家证明他的价值。时间会证明的，我不是坏人。我知道，大家以后也都会知道你有多好。诗信，你尝尝这个。白羊，你最近做饭越来越好吃了，真是了不起。幽夜，多吃点肉。好兄弟，多亏你带回了小雌性，我家妻主最近是越来越温柔了，下辈子还当你兄弟。好闺蜜，你果然是个御夫高手，最近学了点皮毛，就给兽夫们迷得颠三倒四，下辈子还要和你当闺蜜。瑶瑶，最近有很多兽人都想跟你学做饭和布置山洞，但你家白符都给拒绝了，我还是想问问你的意思。其实我的初心是帮大家改善生活，将来和白符结侣了，我们还想为部落做更多的建设。那你的意思是愿意帮助大家啦？我想开个学校，每周3天，用专门的场地给大家上课。除了做饭、装修和制作工具，我还想把储存食物的方法普及下去。过冬食物不就是肉干和蘑菇干吗？凛冬漫长，大家从初秋就开始囤积物资，可我们眼下的困难是食物种类太少了。假如多几种食物能得到妥善的保存，老幼群体和弱兽人就多一份升级，减少因食物短缺造成的死亡，过冬轻松些。如果真能学习保存大量物资的办法，
上你的这个学很贵吧？要多少灵石啊？不用灵石，这是最基本的生存方法。如果连这个都要收灵石，那让贫穷的兽人怎么活呀？哇，瑶瑶，你怎么对我们这么好？我不管，我们也要参与，帮你一起开学校。好呀，如果来上学的兽人多，我和白福真忙不过来呢。谢谢你啊，阿离。我真想不明白，这个野雌性才来部落没多久，不仅夺走了白福，还抢过我的崽崽，现在连我朋友和族人的喜爱都抢走了。他该不会是给大家下了什么药，让大家都得了疯病吧？不行啊！哎呀，我必须想个办法，好好整治下他，让他知道这部落不是他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尽快把储存过冬食物的课程提上日程。好，那明天我多带些猎物回来给你做实验。陆明，你上次学会了所有的竹编技巧，长野，你似乎对烹饪很有心得，你们俩愿意和我一起当老师吗？啊，我们？像白羊那样协助我上课，以后还能自己当老师给大家教学，会有一点辛苦，但是部落每个月会给老师发工资补贴家用，你们考虑看看呢？您真的愿意用我们？您相信我们能做好？为什么不呢？我觉得你们很优秀啊，为什么不试着相信自己，尝试一下以前没做过的事呢？你们考虑考虑哦，要是愿意的话，可以来山洞找我。不用考虑，我愿意。我也愿意，可为什么选我们呀？好呀，因为我一个人授课是忙不过来的，想要把知识普及下去，必须培养一批老师。你们可以和白羊他们一起来找我学习，把学会的东西交给其他兽人。只有靠你们帮助，才能为大家传播知识，提高生产力啊。可为什么要免费提高大家的生产力呢？就像大家组建部落，群居才更安全啊。提高生产力能让部落更强大、更安全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好的未来。陆梦瑶大人，我们一定努力学习，当最好的老师。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。太感谢您了！昨天晚上我给七主做了炒肉和烤地瓜，七主难得夸奖了我，晚上给我做了精神安抚。多亏有您呐！我的阿母阿父年纪大了，我给他们做的蛋羹，他们吃的特别开心。这些猎物您收下，以后你们的每堂课我都要来学习。别不好意思，您免费传授知识，要是连这点东西都不收，我们可不敢再来上学了。他没想到兽人这样淳朴，微不足道的付出就能换来真诚和热情。谢谢，我会想出好办法，让大家凛冬不再因食物短缺而备受煎熬。瑶瑶这是在画什么？我在想储存过冬食物的办法。阿离跟我说，部落里有一个巨大的冰室，里面铺满冰块，定期有寒冰系兽人用异能维护，可以储存一部分过冬的肉。是的，其实冰室容量有限，只够部落所有兽人吃5天的。所以想平稳过冬，还是要靠大家自己储存物资呢。是的，冰室的肉只能用来应急，更多的是靠家族自己囤积食物。大家入秋后都囤积些什么呢？大部分是风干瘦肉和蘑菇。夏末初秋开始，雄性们每天除了捕猎日常的食物，还要多带回一些瘦肉和蘑菇风干储存，为冬季囤粮。还有呢？只是瘦肉和蘑菇吗？秋末时气温寒凉，家家户户还能再囤积少量野菜果子，勉强够过冬吧。食物不够，凛冬对体质差的兽人来说是一场生死考验。兽人过冬的食物居然只有肉和蘑菇，如果可以让更多种类的食物长期保存，大家是不是就能物资充沛的过冬呢？多亏有你啊，大狗狗！这2天要辛苦喽。我们将家里所有的物资按肉、蛋、菜、果进行分类。然后呢？食物数量绝对够。之前的困难其实是种类太少。你瞧，肉类可以风干或是做烟熏肉，双管齐下，能在短时间内处理好大部分的食物，防止变质。除了瘦肉，动物内脏和水兽都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处理，增加肉的种类和数量。蛋类可以埋进草木灰，进行干燥、抗菌保存，延长保质期。蘑菇和其他水分充足的植物可以切片阴干，保证凛冬有蔬果吃。再取出一小部分绿色蔬菜，加入少量盐巴，做成腌酸菜，这样即便是冬季也能吃到一些口感不错的蔬菜。果实除了风干，还可以熬制果酱，比如红浆果，加了蜂蜜熬出来，味道简直和樱桃果酱一模一样。除了这些，还需要能扛饿的主食。我们想办法将土豆和地瓜做成粉，玉米也可以晒干磨碎，
这样岂止是过冬啊，都可以保存1整年呢。这么多种类的食物呀，冬天怎么会饿肚子呢？能长期储存这么多种食物，连野菜果实都可以。对呀，如果再让家家户户挖个地窖，那每个兽人应该都可以度过漫长的冬季了吧？我们先用一批食物做实验，如果能成功，就尽快交给大家。别的好说，就是怕腌酸菜会失败呢。瑶瑶，你就像个谜题一样，我永远都猜不透你。如果你的办法可行，那今年凛冬的物资会是以往的数倍。部落里从来没有储存过这么多物资，你会为森林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瑶瑶，你是兽神派来的使者吗？瑶瑶，等等我，难得白福不在家，咱俩贴贴。阿离，你真是的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别一直抱我呀，怪害羞的。小雌性，自从你来了，我们这群雄性都不愿意吃生肉了。是啊，现在一到饭点，每家山洞都能飘出饭香，日子简直太好了。下周教你们制烤羊排哦，刷上蜂蜜可好吃了。陆梦瑶大人，您看我新做的工序，装了您家的滑轮，可以轻松把食物挂在冻柄呢。还有这个，我最近用这些工具采集，速度比以前快了3倍。还有一种新的工具哦，过几天也交给你们。瑶瑶，这个送给你，我寿服多做了几个，想送你一个。呀，好漂亮，好精致啊！谢谢你啊。瑶瑶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要是现在谁家没几个漂亮抱枕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御夫有术呢。哇，这有点夸张吧？对呀，必须是填充了羽绒和花色兽皮靠枕，那才是雌性们最喜爱的款式。这都是和你学来的呢。瑶瑶，我家寿夫昨天做的晚饭不合胃口，我硬是忍住了没发脾气。怎么样，我厉害吧？瑶瑶，我最近轮流给兽夫们做安抚，他们也越来越温柔了。看来只宠爱个别几个，确实不利于家族安定。我最近常常和兽夫们聊天，能明显感觉到他们越来越温柔了。我怀贾贾以后，不管想吃什么都直接告诉兽夫，不让他们猜我心思，这样相处还挺轻松的。我就说吧，这样肯定有用的。我家兽夫现在已经可以跟我上桌一起吃饭了，你们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有多爱我。哇，阿离、瑶瑶，你们的御夫之术太厉害了。我没教过这些啊。是你们和兽夫的感情好，我都想和你们学习了呢。今天的事情忙完了，你在家有没有想我？我先回家了，明天再找你们玩。早点回去吧。白福牵起陆梦瑶的手，顺势将她拉入怀中抱起，鼻尖轻蹭她的脸颊，轻轻的吸嗅。晒得暖烘烘的，闻起来更香了。人多，不是我香。你瞧，我今天采了一束蓝色小花，很像你眼睛的颜色，超漂亮呢。没有你漂亮。看着两人甜蜜离去的背影，一群小雌性头碰头的认真讨论。瞧瞧，多甜呐！明天我也要去摘花。哎呀，早知道白福这家伙这么温柔，以前我就对他下手了。我不喜欢白福，那家伙是强兽人，平时又冷着个脸，看起来怪吓人的。但他长得好看啊。长得好看有屁用啊？还是我家的兽夫更听话。我觉得哈，脸红才是秘籍。可咋样才能让自己脸红啊？要不我辛苦一点，扇你一巴掌试试？不过这一切陆梦瑶都浑然不知，她做梦都想不到自己那点贫瘠的知识和生活常识，居然能在广袤的兽氏土地上开出花来。瑶瑶，我发现白福和你在一起之后，整个兽都变了，温柔的不像话。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呀？能不能教教我？啊，变了吗？白福哪里变了？他不是一直都这样吗？呸！白福以前最讨厌雌性了，对谁都冷冰冰的。对，他就是个冰块脸。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啊？比我们火狐族的雄性还会讨好妻主。你说他是大狗狗，我觉得没毛病。这家伙真狗。很好，阿离顺利的收获白福的一记眼刀。好，瑶瑶，你这么会御夫，快点教教我吧，把你的秘籍都告诉我。啊，御夫？御夫呀，这个说起来那可就有学问了。首先呢，我认为是真诚，雌性尊贵，如果能放下身段，让兽夫感受到你的爱意，他们一定会用更加热烈的爱回应你。其次呢，是坦诚，遇到事情大家坐下来好好说清楚，能避免伴侣之间80%的误会和矛盾。第三是互动，平时都是御夫照顾妻主，其实妻主也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回应兽夫，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付出在被在乎和尊重。
比如一份小礼物，一次爱心晚餐。最后呢，我觉得是情绪价值，这个比较不好理解。简单来说，可以用撒娇代替命令，用夸奖代替指责，用温柔代替沉默吧。雄性为家族做了那么多事儿，雌性也可以适当为他们提供一些正向的情绪价值。光是想想，身上都开始起鸡皮疙瘩了。看来学习知识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呢。瑶瑶，我一定是兽氏最幸运的雄性，能够遇到并拥有你这样完美的小雌性。那我们以后也要一直这样甜蜜幸福下去哦。命都给你。感受着白符温热的气息，陆梦瑶心里突然有些苦涩。随着对兽人的了解，他忽然意识到一个很可怕的问题。他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寿命，纵然和白符再相爱，他也没有能力陪爱人白头偕老，走完一生。他不敢妄想和白符结侣，怕自己死了之后，白符会遭受伴侣契约的反噬。他在心中告诫自己，维持现在的样子就很好了，千万不可以更进一步。傻瓜，别说这种话，我不想要你的命，只想永远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。白符，弱兽人和老兽人没有狩猎能力，只能每日等待部落分配的定量食物过活。凛冬他们会没有肉吃吗？瑶瑶你很细心，每年凛冬都会有很多体弱的兽人死于饥饿。虽然狩猎队努力的捕猎囤粮，但是随着部落壮大，我们无法保证每个兽人都能活过漫长的寒冬。部落的分配制度是一半猎物归捕猎者所有，另一半上交部落，由族长统一分配给其他兽人。这么分配原本很公平，但时间久了会导致强兽人家族拥有更多的食物资源，而没有强兽人的家族只能分配到很少的猎物。如果一家都是老弱病残，那日子是相当不好过。我在想，如果大家重新分工呢？强兽人负责狩猎和巡防，弱兽人负责采集和种植，这样强兽人可以减轻工作量，弱兽人也能靠劳动获取物资。倘若还能加入生产制作类的工种，大家发挥所长，都能有所收获。而且大家可以相互交换物资，各取所需，这样每个兽人都拥有安身立命的本事。白符，你觉得如何呀？好是好，可是弱兽人体能差，外出采集能带回的物资非常有限，而且他们能生产什么呢？白符，大家平时交换物资都是以物换物吗？除了零食，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呀？便宜点的石头，可以用来兑换普通物资的东西。你说的是古币吗？啊，古币？可恶啊！白符这个家伙，居然连兽市有货币这种重要的事情都不告诉我。古币是什么样的？你过来，身上有古币吗？给我2个。白符大人，您出门不带古币啊？就是说啊，哪个雄性陪雌性出门的时候，身上不带点古币呢？没财物怎么讨好雌性啊？我带零食。零食和古币之间怎么交易换算呢？100古币为1串，可以换取1枚透明灵石；10枚透灵换1枚绿灵。绿灵拥有治愈力，通常是给雌性或者生病的兽人吃。50枚透灵换1枚其他颜色灵石。雄性服食可以增强天赋力和异能。蓝色灵石对应遇水异能，红色控火，灰色风行，黄色兽王，褐色通灵，白色寒冰。我修炼吃的就是白色灵石。100枚透灵换1枚紫色或者金色灵石。紫色雷电，金色光能者，但这2种灵石罕见，拥有雷电或者光能者异能的雄性更为罕见，算是有价无市吧。你之前送我的这块紫色灵石，还有那一大袋的5颜6色的灵石，是不是说明你很富有啊？好家伙，这哪是灵石啊，这分明就是一块帝王绿翡翠啊！算是吧。啊，那你的身家全都给我了？白符低头看着小雌性一脸财迷的小模样，忍俊不禁。小雌性听后激动的想跳脚，讨你欢心，很值得。哇哦，白符你好会呀！嘿嘿，白符这家伙轻轻松松的就把全部家产交给他了，而且情话说的好丝滑呀，他都不好意思接话了。哼，隐形富豪萨摩耶，这是陆梦瑶给白符打的新标签。这些果子似乎都是成熟后从附近大树上掉落的，奇怪，这么大的果子居然没有野兽吃！天哪，无患子！兽市的无患子居然这么大颗！白符，白符，我找到一种果子，我想到帮助弱兽人的办法了。这个不可以吃吧？
之前有兽人误食过，会拉肚子。比吃更有用呢。这个东西叫无患子，它的果皮是一种清洁剂，也可以叫做肥皂。总之，用来清洗身体和毛发，或是洗兽皮，都十分干净哦。而且它的果核可以用来制作饰品，雌性们也会喜欢的。弱兽人有他们的长处，心灵手巧，做事细致。他们制作的工具更加精美耐用不说，还很有创造力呢。前几天，陆明和长野居然用木棍和锋利的石片做了一把斧子。我想在部落开一个交换物资的场所，就叫跳蚤市场。现在部落有1000多个兽人，大家都可以拿出自己多余的物资相互交换，或者直接用古币购买日常用品。强兽人的猎物和兽皮，弱兽人的工具和植物，都可以进行日常交易，不必非等到特定季节在市集上交易。他越说越兴奋，却没发现白福盯着他摇晃的小手，眼神逐渐沉迷。我想教那些没有狩猎能力的兽人生产加工技能，比如无患子肥皂、农用工具、土豆粉和果酱，以及各种好看的装饰品。这些东西加工复杂，需要花费很多时间，正好适合弱兽人。我画了一张独轮车的图纸，只要弱兽人使用独轮车外出采集，就能带回更多的物资。这样大家劳动分工，物资交易互换，都能通过双手谋生。瑶瑶，你真聪明，这办法可以减轻强兽人的工作量，让弱兽人的生活有所保障，还能为部落带来更多的物资，真是再好不过了。可是为什么要叫跳蚤市场？跳蚤真的是很令兽头疼的东西。好嘛，那就叫双狼市场好啦。白福，背我嘛。又逗我，平时不见你让我背，看见我身上有东西了就想要背了。那你背别的不背我吃醋嘛。那你以后多吃点醋，我喜欢听。还喜欢听什么呀？我都说给你听。你还未成年呢，别这么撩我。我想听的你未必敢说。抓到什么好东西啦？今天采集到宝贝喽！发现了几颗金灿灿的药草，这可是给幼崽驱虫的草药啊！巫神大人看到一定很高兴。等等，这是南瓜呀！这些南瓜肉别扔啊！怎么了？南瓜浑身都是宝呢。南瓜籽不仅能驱虫，种下去还能长出更多的南瓜。这黄金的南瓜肉煮熟后香甜软糯，特别适合老兽人和幼崽吃，而且它能饱腹，很适合当做主食。瑶瑶，认识你之后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们身边到处都是宝贝。我感觉现在所有东西都能吃，连树皮都能吃。我们以前到底过的是什么苦日子啊？白衣婆婆，我想要几颗南瓜籽，开春自己种植可以吗？乖仔别弄丢了，这种草药很稀少的，你可要帮小雌性收好了。我会的。梦瑶仔仔啊，你懂这么多植物药性，又能识毒，可全都用来研究做饭了，会不会觉得可惜呀？你有没有考虑过，这些知识不仅仅能改善伙食，还能有更伟大的用处？更伟大的用处？想不出来。还有事情能比吃饭更重要吗？乖仔，那也要活着才有命吃饭呢。你有这样的天赋，如果再能专门学习药理和巫术，将来就能成为造福部落的巫医呀。大家不仅要吃饱，更要没病没灾的健康吃饱，不是？巫医婆婆，您这是要教我医术吗？对，教你巫医之术。乖仔，想学吗？我想学。白衣婆婆，您真的愿意教我？一旁的白福也有些意外，毕竟双狼秘术世代只传授双狼一族雌性。真的，乖仔，学医辛苦，我还以为你会犹豫几天，没想到你这么痛快就答应了。我没选错人，你呀，果然有一颗悲悯的心。瑶瑶，别再拿我搞研究了，我怕我自己忍不到成年里就会把你吃了。那明天换泻火的骨汤吧。白福太棒了，我也要当巫医了。我以后就是救死扶伤的伟大巫医了。我的傻瑶瑶，学医很辛苦的，也只有你会这么开心。有金手指的加持，他很快就掌握了不少常用的草药配方，甚至用学来的调理药方换着花样的给白福做各种补汤。瑶瑶，别
别再拿我搞研究了，我怕我自己忍不到成年礼就会把你吃了。那明天换泻火的骨汤吧。无意婆婆的药方果然不能乱用。秋高气爽，兽人们全员出动，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囤物资、挖地窖，对今年平安度过凛冬信心满满。自从小雌性来到部落，可以吃的食物简直太多了，连水兽和南瓜都上桌了。大家几乎忙得呀，每天脚不沾地的，连珍贵的雌性都天天的蹲在广场上晾晒食物。不丢脸哈，连智者小雌性都在每天干活，我们还有啥抹不开面子的？对，劳动很光荣。我最近觉得很充实，生崽崽那些事情好像也没那么有趣了，每天干点活聊聊天，学点新东西，好像更有意思呢。瑶瑶，你要这么多古币是打算买什么东西吗？不是哦，有白福你这个大富翁在，我可不缺钱呢。这些要分给陆明他们，这次他们帮了大忙，又出原料又出力的，这些都是他们的工资。我怎么记得出原料更多的是你？这样他们才能有钱去换过冬的物资嘛。白福，你不要说漏嘴哦，那几个孩子自尊心很强，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有负担。白福低笑着点头应下。今天双廊市场开业大吉，以后肯定会有很多兽人加入，大家生产和买卖商品就能让物资流通起来啦。以后弱兽人再也不用只依靠部落分配的物资过活了，大家都能够宽裕些呢。瑶瑶，你为什么要对大家这么好？因为部落是我家呀，建设美丽家园靠大家呀。他说这里是家，是不是代表在他心里早已经把自己当做他的妻主？如果和瑶瑶一起当部落的大家长，好像也不错呢。既然小雌性无私分享智慧，那他作为部落的最强兽人，理应和小雌性一起担负守护部落的职责。瑶瑶，明天才是成年礼，明晚之后，部落才是我们真正的家。夏明，明天就是成人礼了。明晚之后，部落才是我们真正的家。夏明，明天就是成人礼了。哎呀天哪，最近太忙了，我居然忘记这么重要的事情了。算了，他还小，不懂事。好看吧？我知道哟。还有一件是你的，快试试。说着就拉起白福，把马甲往他身上套。别害羞嘛，宝宝，这是我特意为我们做的情侣装哦，上面还有你的松木香气，穿上很有安全感呢。小雌性居然把我的兽形毛发穿在身上了，这兽世恐怕没有第二个雌性愿意这么做了吧？天哪，这代表什么意思啊？瑶瑶是在对我表达赞美和爱慕。瑶瑶竟然这么爱我该怎么办？宝宝是指我吗？这是我对你的爱称，你是我心里最重要的珍宝，所以叫你宝宝。那你也是我唯一的宝宝，你以后不可以叫别人宝宝。放心啦，我们生崽崽之前，你都是我心里唯一的宝宝。那不生崽崽了？不是，你这粗劲儿来得好莫名啊，笨蛋！崽崽也会是你的宝宝啊。瑶瑶，你起床啦，我们正等着你呢。你看，大家都是来找你的。我们想加入双廊市场。你知道的嘛，我们火狐一族都很美，我们的兽皮裙和饰品肯定很受欢迎。确实美，阿狸卖的商品一定会很受欢迎的。我们怎样才能加入双廊市场呢？大家先回去，过几天白福会组织大家报名加入市场，到时候还要有细节和大家沟通。我决定把双廊市场打造成部落的核心商圈。啥圈？我们的双廊市场不能只像集市一样以物易物，还要成为大家日常娱乐和聚会的场所，成为大家休闲时的好去处。哇，瑶瑶，你和白福穿的这是什么？好漂亮呢，还是一样的。哎，等等，这是白福的兽毛？你怎么穿这个？是白福逼你的吗？天杀的白福，你又欺负瑶瑶！阿离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呀？好不爽，真的不能走雌性吗？误会？难不成是你自己要穿的？别怕，我保护你，他不敢伤害雌性的，你就放心大胆的揭露他。真的是误会，这衣服是我自己主动做的，主动穿的，是我逼白福穿的，我超爱的。你看看啊，你看这个针脚，对吧？这么歪，真是我自己做的。都是死双狼的味道，这也是你主动让他留下的，不洗洗？因为我喜欢这个味道嘛。死狐狸，听懂了吗？你还真是宠爱白福啊，你俩开心就好。当然开心。小心别宠坏了某只双狼。可恶啊，看到白福那个骄傲自豪的样子就来气。不就是穿兽毛吗？我也行。老天爷呀，
这图腾可千万别长成人的形状啊！到时候我真要解释不清楚了。实在不行，长成个猴吧，我真的不想被当成异类啊。奇怪，这家伙今天怎么看起来这么别扭？他为什么一直等着妖啊？他在偷看什么？莫非他的兽形是什么低贱的种族？林夕越想越觉得自己分析的很有道理，露出一抹坏笑，悄悄地对身边的伴侣说：“你操控风刃，把陆梦瑶的衣服吹起来，我倒要看看他的兽形是个什么玩意儿。”雄性点点头，略微抬手，一阵大风吹起，卷带着火星吹向乌阵中央。陆梦瑶的马甲被风掀开的瞬间，浅绿色伴侣图腾赫然显露在大家眼前。快看，那个陆梦瑶的兽形居然是一条青蛇！我就知道他是个狠毒的冷血蛇兽人。怎么会这样？好像真的是蛇形的图腾。确实像蛇，兽神在上，这太吓人了。啊，我们部落里居然有个冷血族雌性。冷血兽人在兽世一向是最不合群的存在，他们长居银月峡谷，冷漠凶残，就算是珍贵的雌性也被大家所忌惮。毕竟传闻中曾经有冷血族雌性为了保护蚕食幼崽和受夫。可他是陆梦瑶大人啊，他和其他冷血兽人不一样，你们忘记他对部落的贡献了吗？是啊，如果是陆梦瑶大人的话，就算是蛇兽人也没关系吧？小雌性给部落带来这么多帮助，蛇兽人也没关系的吧？而且他聪慧善良，眼中总是带着温柔的笑意，与一般的冷血兽人完全不同啊。他只是个无家可归的雌性，我们不该排挤质疑他。蛇兽又如何？要是没有瑶瑶，我们能在凛冬前囤积到这么多物资吗？林夕，我看你吃饱了撑的，又开始没事找事了是吧？是白福看不上你，你有气就去骂白福啊！总欺负瑶瑶算什么本事？你们是疯了吗？他是冷血蛇兽人，是在北境流浪的野雌性。他之前说家人死了，却说不出到底怎么死的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说不定他的家人就是被他害死的。能吃亲生幼崽的种族，什么事情干不出来？而且他才来部落几天，就对我们这么好，我看他就是为了收买兽心。他现在帮我们，说不定凛冬来临时，就会带着其他流浪兽人来袭击我们。你们忘了以前被流浪兽人抢劫的事了吗？可怖的过往历历在目，兽人们沉默下来。他们有心维护小雌性，可更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，让大家心安。白福银睫微抬，寒眸中似有霜雪翻动。灵犀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再敢欺辱我未来的妻主，我会将你的家族逐出灭纹森林，或许直接杀了你。我会将你的家族逐出灭纹森林，或许直接杀了你。别再搞这些小把戏。你居然不怕天罚？你想杀雌性？可以试试。刚刚白福那个眼神太可怕了，他好像真的敢杀我。天哪，我可是珍贵的雌性，他怎么敢有这种念头？他刚说可以试试，他什么意思啊？他不怕天罚吗？接连吃了2次大亏，他真恨不得立刻杀了陆梦瑶。对，可以杀了他呀！只要没有陆梦瑶，我和白福之间就再无障碍了呀。等成人礼结束，白福和陆梦瑶肯定立马结侣。等他们结侣，我就想办法杀了陆梦瑶。到时候白福遭受反噬，天赋力大跌，那时我再对白福伸出援手，不嫌弃他实力弱，接纳他。他一定会感激我，跪下哭着求我当他的妻主。等我当上狼王的妻主，看谁还敢笑话我。我要让部落所有兽人都知道，我才是拥有最强雄性的雌性。灵犀的兽夫明显被他的风言风语吓到了。妻主，您是在开玩笑吧？就算是雌性杀害雌性，也会遭受天罚的。如果白福遭受反噬，实力大跌，您还要他干嘛？而且我看白福和陆梦瑶感情很好，如果陆梦瑶死了，白福很有可能经受不住反噬，跟着他一起死，到时候您什么都得不到。闭嘴！我宁可他死，我得不到的，别人也休想得到。凭什么他可以得到最强雄性？凭什么不是我？哪怕白福彻底废了，我也要让他待在我的家族，给我看家护院。突然拍拍兽夫的肩膀，笑着安慰。慌什么？好好想想创世法则，只要不是我亲自动手杀雌性，天罚应该也罚不到我的。妻主，您的意思是要我？别急着替我死，我们只需要制造一场没人知道的意外，放聪明点儿，最好能一次成功，不然
就得派你完成这个重要任务了。我怎么会是条蛇？再怎么算，我也应该是个灵长类动物吧？而且我最害怕蛇了，这个图腾是不是搞错了？良久，他回过神来，又觉得心头一热。白福的守护，朋友们的维护，都让他感到踏实和幸福。有家人和朋友在身边的感觉真好。至于灵犀啊，我们以后肯定不能和平相处了。部落里到处都是俊美优秀的雄性，为了白福就处处针对我，真的至于吗？灵犀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以后我见了你就绕道走，你也别针对我了。部落这么大，但愿咱俩再也不见。下次你再欺负我，我真的会骂。哼！其他兽人呢，被灵犀闹这么一出，反而坦然接受了陆梦瑶是蛇兽人的现实。在兽世，杀害雌性会受到天降火雷的惩罚，一道雷劈下来，真的是连渣都不剩。这个天罚是兽神对雌性的终极守护，极少有兽人敢挑战。白福连天罚都不怕，鬼知道感动陆梦瑶的人会死成什么样子。白福刚才眼里真的有杀意啊，那家伙果然凶狠，雷劈都不怕。你可闭嘴吧，我现在腿还抖呢。雷要是真劈下来，部落都会变成渣渣。上一次天罚是啥时候呀？我记得好像是银月峡谷。还是他们冷血兽人狠？其实我觉得冷血兽人也没啥不好的，小雌性就是蛇兽人，多亲切多可爱啊。小雌性肯定跟其他冷血兽人不一样。对对对，它是小青蛇呀，那图腾看着可真可爱。你好，陆梦瑶雌性，我叫白夜，双狼族黄阶1星雄性，虽然没有白福大人强，但也是部落里数1数2的勇士。请您成为我的妻主，让我永远追随守护您。入乡随俗，他虽然接受了兽世的一妻多夫制度，但暂时还没有做好接纳2个受夫的准备。无情无爱，上来就求偶，实属令他抗拒。对不起啊，我暂时还不想找新的伴侣。为什么？是我不够好吗？您是哪里不满意吗？为什么要拒绝我？不，你很好，高大威猛，十分优秀。可是我心里只有白福，装不下其他兽人了。你会找到更好的妻主。可您总需要其他兽夫的，我自愿献上所有财物。那就以后再说吧，暂时没有这个打算，真抱歉。瑶瑶，我想要伴侣姻亲。陆梦瑶红着小脸垂下头，不安地搅动着兽皮裙一角。关于寿命的问题，她该怎么和白福坦白呢？有些惧怕，可又招架不住白福铺天盖地的柔情。只亲一下下，亲完心上人立马坦白，不能让他跟着我当短命鬼。忽然感觉身下一热，不是吧？他这是了？白福也嗅到一丝香甜的血腥气，蹙眉问道：“瑶瑶，你发现到了？”他生理期向来不准，有时3个月，有时半年，但每次有重大事情发生，他的姨妈一定虽迟但到。没想到来了兽世还是这样，哎呀，简直是欲哭无泪啊！没事的，我去烧热水帮你。日子还长，你别着急。不是，我急什么呀？我没急呀。瑶瑶好香啊！哎呀，你到这里。外面那些雄性可没我这样的自制力，要是闻到你现在的味道失控，我会把他们的眼珠子都挖出来。明明最失控的就是你，死狗，走开！所以更要关起来。陆梦瑶一大早就在巫医洞忙里忙外的，白衣却坐在角落一言不发，眼神里充满探究和疑惑。巫医婆婆，您是有什么心事吗？巫医婆婆，您是有什么心事吗？您今天看起来有点奇怪。怪仔，我知道自己一把老骨头，不该多管闲事，但是白福也算我看着长大的仔仔。我的意思是啊，你和白福最近吵架了吗？想到白福这几天磨人的样子，陆梦瑶抿起粉唇，捏了捏拳头，确实有点不愉快。这家伙呀，最近只要在家，就像块口香糖一样粘着他，甩都甩不掉，而且动不动呢就对着他起手，连嘴巴都被了。偏偏这个大狗狗现在脸皮还贼厚，不管他怎么打骂抵抗，落在白福眼里全都是嘴里还一直嚷嚷说他好香，真就是磨得陆梦瑶浑身难受。看小雌性不说话，还一脸气鼓鼓的样子，白衣心下了然，果然是吵架了。哎呦，怪仔，你千万别和白福那个臭狼崽一般见识，
他从小孤苦，不太懂得怎么体贴爱护雌性，但我们都看得出他是真心爱你。你给他一点时间，慢慢教，他日后肯定能讨你欢心。实在不行，你把他送来我这里，我帮你教。就算看在他实力强大的份上，你一定要给他个名分啊！他不是部落族长的孩子吗？想到大家平时尊敬喜爱白福的样子，怎么也和孤苦不搭边吧？白福这么强大优秀的雄性，又是未来族长，是整个部落的荣耀。您说他小时候孤苦？而且白福怎么可能不懂讨好雌性？他超会的好不好？白衣猜测，以白福的个性，定然不会在心爱雌性面前提起不堪的过往。他那个冷冰冰的性子，既不会讨好取悦雌性，又不会扮可怜博同情。要是靠他自己努力，将来别说是第一受夫了，怕是想求得妻主的精神安抚都很困难。看来谁要我这个老婆子做长舌兽了？哎呀，小雌性性格温柔善良，只要今天把话说明白，将来不管是为着白福强大的实力，还是出于他的怜悯，总能给他一个名分的。哎呀，白福呀白福，婆婆只能帮你到这儿喽。白福的出生不被期待，从小就是靠着部落接济过活。原来白福的父兽叫白芒，他是昔日部落族长，也是部落最强悍的勇士。当年白芒28兽轮踏入黄阶1星，被部落的雌性白夏看中。白夏那时已经年近50兽轮，身侧环绕上百兽夫。她样貌生得美丽，且风韵犹存，性情奔放，在部落中很受欢迎。起初她对白芒抛出橄榄枝，主动示爱，积极为家族招揽强兽人。但见白芒不为所动，她感觉到挫败。打听后才知道，原来白芒一直暗恋菱角兽族的一个小雌性。只因白芒性格少言木讷，迟迟不敢向对方求偶，所以结侣之事才一拖再拖。白夏知道后恼羞成怒，他的示爱愈发热烈。在白芒第10086次拒绝他后，他带着强烈的不甘心，竟然动起了歪心思。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白夏偷偷潜入白衣的巫医洞，偷走了2味珍贵的药材，置换的曼陀罗花和银阳货。他将草药加入肉汤，诱骗白芒喝下，当晚就和他强行结侣。心愿达成，这下白芒不从也得从了。要说白芒也确实强大，只那一次就让白夏有孕并生下了幼崽白福，但白福的降生却并不被期待。白夏只是把白福当作是报复受夫的战利品，展示自己强大的繁育力后，就继续沉迷于他的后宫，对白福不管不问。白芒面对亲生幼崽的降临，心情变得极为复杂。他一边满心愤懑，觉得幼崽的出生彻底将他定在了被白夏耻辱柱上，可另一边看着软萌可爱的双狼幼崽，终究软下心来。血脉传承，幼崽是无辜的。白芒终于在现实面前低头，决定收起心中的愤懑，忍气吞声，好好过日子。但白芒的性格太木讷了，完全不懂如何讨好妻主。哎呀，连带着幼崽遭殃。他无视我，是因为我还不够强吗？总有一天他会看到你为家族的付出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受夫说错了话。自那之后，白芒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前往极北之地，企图用大量灵石获得妻主的认可。没有受父在身边照顾和保护，白福成为家族里最孱弱好欺的幼崽。原本1兽轮就可以化人形的双狼，居然到了3兽轮还因体格虚弱无法化形。白夏视白福如空气，其他家族成员为讨好妻主，便也跟着无视白福。白夏，你真是老了，繁育力也不行了，居然生出个不能化形的残缺幼崽。你当初用的那些手段我都懒得鄙视你，下药和族长结侣，你怎么想的？你害得白芒有家都不肯回，天天在野外浪荡，看得我都心疼啊。一把年纪了还抢雄性，他当初要能成为我的受夫，怎么会生不出健康的幼崽？这些嘲讽都让春风得意了一辈子的白夏脸面难堪，他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于白福的降生，终于对白芒发出残忍的命令：白芒，你明天带白福去森林，找个没人看到的地方把它扔了。什么？听不懂吗？
扔了！告诉大家，白福是被野兽叼走的，我不想再看到他。他是我的亲生崽崽，我会照顾他的。他不能化形，你要照顾他一辈子吗？你把他扔了，我保证事成之后给你做1个月的精神安抚，并重新生一个健康的幼崽。他不能化形，你要照顾他一辈子吗？亲生幼崽久久不能化形，便是活着也无用。兽氏本就是弱肉强食，我这么做也只是顺应自然法则而已。白芒那时心中或许有一丝不忍吧，可他已经困在黄阶一星太久了，内心对晋升的疯狂渴望，对获得妻主认可的扭曲执念，让他最终咬牙同意。亲生幼崽久久不能化形，便是活着也无用。兽氏本就是弱肉强食，我这么做也只是顺应自然法则而已。翌日，白芒带着小白福来到森林深处，白芒强忍心痛，将小狼崽与猎物安顿在隐蔽的山洞中，最后深深地望了一眼那抹银白，转身消失在茫茫森林中，就此与骨肉至今永绝。然而命运没有给他后悔的机会，部落当天遭遇了铺天盖地的虫巢袭击。作为族长，白芒身先士卒，厮杀中他被汹涌的毒虫群淹没，他的右腿被生生啃食殆尽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。他终于良心发现，颤抖着向为他疗伤的白衣坦白了一切。他含泪恳求白衣救回白福，并将幼崽托付给他。沉默片刻，他终究是点头应允。当众人找到白福时，可怜的小狼崽已经被毒虫啃咬得遍体鳞伤。白衣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，从此将他视若己出。在他们的庇护下，白福得以在部落中平安成长。在一个月圆之夜，他成功地完成了第1次化形。化形后的白福展现出惊人的天赋力，在第15个兽轮年来到之际，白福一举突破至黄阶1星，创造了密纹森林有史以来最快的晋升纪录，成为整片森林的传奇。这些年，部落的事务都由我和几位长老主持，我们一直在等白福长大后继任族长之位。白福很争气，16兽轮成年礼后就开始接管部落大小事务，成为双狼一族强大的依靠。但他不信任家族，不靠近任何雌性。或许他还对白芒当年的遗弃充满怨恨。这么多年来，他虽然管理部落，却迟迟不肯接履，也不肯接任族长一职。随着白福长大，白夏也步入老年，他忌惮却也贪慕白福的强悍，多次要求认回幼崽，让他成为家族的倚仗。可孤傲倔强的白福不仅拒绝了白夏的邀请，还极尽嘲讽：卑鄙狡猾的雌性，凭你也配？你家族里都是无能的废物，也敢妄想拉拢我？不管是你还是白芒，我没有家人，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们滚出部落。渐渐的，部落其他兽人也开始孤立白夏家族。白夏自知在双狼部落无法立足，就跟随他的第1兽夫迁居到巨蜥部落。巨蜥部落的族长灵图是个很会审时度势的雄性，他忌惮白福在双狼的威望，不愿意与他为敌。虽然接纳了白夏家族，但并没有为这位雌性提供强大的庇护。不苛待他，却也谈不上友善。他们一家现在过得并不好。乖崽啊，白福是个值得依靠的好孩子，他只是幼年时受了太多苦，性格又像了他父兽，木讷不善表达。但这种做多说少的雄性也有他的优点，我们大家都看得出他对你用情很深。你若是心里有气，打他骂他都行，但是啊，千万不要抛弃他呀。双狼一族的雄性十分专情，没有你，他真的会孤独终老。我们这些老骨头啊，本来想等着白福结履，风风光光给他举行族长继任仪式，可没想到这一等就等到他20兽轮呢，快100年了。婆婆都怕把自己等死了，现在好不容易盼来了你，你就当是心疼婆婆，把她收了做首夫吧。原来光芒万丈的白福竟然遭受了这么痛苦的童年。他忽然想到一句话：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，
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。白福在用一生治愈童年的苦痛，而我拥有美好的童年，救赎了我的一生。一定要成为强者，才可以得到偏爱吗？我挚爱之人，在这百年孤寂中，从未尝过被真心疼爱的滋味。从今往后，我愿以余生为主，暖他寒夜，以真心为火，化他冰霜。我要做他的伴侣，给他一个家，做他的知己，懂他所谓言之痛。兽身在上，我必视他如命，护他如谋。走出巫医洞，秋风萧瑟，陆梦瑶攥紧胸前的马甲衣襟，只觉得思念如刀。他想立刻化作一阵风，回到那个让他心疼至极的雄性身边。正走着，他忽然看到迎面狂奔而来的年轻兽人面色煞白，额前碎发被冷汗浸透，声音都在发颤。陆梦瑶大人，快去冰室！白福大人在北山狩猎时受了伤，现在他怎么了？白福大人受伤以后执意要把猎物送往冰室，结果就在冰室晕倒了。话音未落，陆梦瑶已经化作一道残影往冰室的方向狂奔，脑海里全是白福苍白的脸。白福，你可千万别出事啊！陆梦瑶慌慌张张地来到冰室门口，就看到2个雄性正四处张望着，神情焦急。白福在里面吗？他怎么样了？陆梦瑶大人，您总算来了，快进去看看吧。白福大人倒在里面，我们不敢挪动。他伤得很重，还要坚持来冰室，真是吓死我们了。陆梦瑶一听，心脏立刻揪紧，慌忙地踏入冰室。白福，你在哪里？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呢。冰室，这里地处偏远的后山，是存放紧急物资的地方，很少有兽人来啊。而且白福那么强大，一直是狩猎队的先锋，今天为什么要坚持运送猎物呢？他和狩猎队在一起，应该没那么容易受伤才对啊。白福，你在哪里啊？一声巨响，岩石滚落，瞬间封住了洞口的入口。山洞外，刚才给陆梦瑶报信的雄性正催动异能召唤巨石，封堵了山洞。做得很好，今天晚上给你精神安抚。记住，这么做会不会太过分了？冰室刚做过维护，气温很低，他会被冻死的。是啊，杀害雌性我们会遭到天罚，不如吓唬吓唬，给他个教训就好了。兽神在上，万一白福知道，我们就完了。怕什么？我们又没亲自动手杀他，不会被天罚的。我们呀，只是刚好路过，看到冰室没关门，好心帮忙关门而已。我们怎么会知道里面还有一个雌性呢？这里平时可没人来。放心，这些都是意外，兽神不会怪罪我们的。等大家发现，他早死透了。就算是10个白福来，也不会知道是我们做的。可是，他是珍贵的雌性，我们不该……别可是了，我再说一次，兽神不会怪罪我们的。别怕，今晚我就给你们3个做精神安抚。但是谁再敢多说一句，我立马震碎他的灵魂。兽夫们不敢再开口，毕竟能在众多兽夫中被挑选出来陪他做坏事，还能得到精神安抚，对他们来说是无上的恩赐。其实他也不确定这样算不算是谋杀雌性，但脏活都是兽夫们做的，他并没有沾手啊。怎么罚也应该罚不到我头上吧？哼，能为妻主死是身为兽夫的荣耀。有人负责骗我过来，有人负责门口把风，又挑选了大家忙碌的工作时间，一路跑来没看到一个兽人。白福带狩猎队去森林了，最快也要傍晚才能回来。这么偏僻的地方，就算我喊破喉咙也没人能听到呀。啊，天哪，他们做这种有预谋的事儿到底图什么呀？等等，除了灵犀，我们之间那些过节真的需要做到如此地步吗？为了一个雄性，为了一些口舌之争，你竟然想要我的命？争取雄性对你而言真就这么重要吗？不惜杀人，不是说杀害雌性会遭受天罚吗？为了杀我，你连自己的性命都不在意了吗？黑暗中，他感觉呼吸开始变得沉重，五脏六腑传来彻骨的寒意。他迷迷糊糊想起白福早上出门前对他说的话：乖乖等我回来。怎么办？还没出门就开始想你了。乖乖等我回来。怎么办？还没出门就开始想你了。瑶瑶，你不要死！瑶瑶，求你不要离开我！瑶瑶，我的瑶瑶！
真的出现幻觉了，书里没骗我。不行了，我有点困，好像要睡过去了，好像等不到白夫回家了。在意识彻底陷入混沌时，他感受到身体里流进一股温暖的力量，包裹他的四肢百骸，带着松木气息的暖流温柔滋养他冻僵的躯体，呢喃呼唤他苏醒。太温暖了，好像置身于春日的森林。这是幻觉吗？白夫，你怎么哭了？你哭的时候真好看。没事了，乖，不怕不怕，已经没事了。他不断地释放异能，一缕缕银白微光流向小雌性身体，小心翼翼地滋养他的娇躯。别怕，我在的。白福缓缓转身，银白色的长发在风中扬起，眼神比极北之地的涌动冰原还要森寒，周身散发的威压让空气凝滞。谁动的手，死！寒芒闪过，三具身躯同时僵直。灵犀瘫软在地，身下漫开一片腥臊。灵犀瘫软在兽夫们的血泊中，他浑身剧烈颤抖着，泪水混着血污在脸上冲刷出可怖的痕迹。你不能这样，不能杀我！他又没真的死，他还活着不是吗？我警告过你的，为什么还要动他？对不起，白夫，我真的再也不会了。都是他们教唆我的，而且他们说只是吓吓他，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。对了，其实我不知道里面有雌性，只是路过时关了门。对，我不知道。刚才若不是白福及时赶到，小雌性恐怕已经死了。灵犀说的谎话前后矛盾，他们一个字都不信。灵犀啊，你是怎么敢的？白夫，对不起，我想守身起誓，再也不敢了。我只是不甘心。白夫，我想要你快发疯了。可是你眼里只有那个雌性，我才应该是你的妻主啊！你不能杀我，兽神会惩罚你的。有没有天罚不要紧，我只要你死。想伤害他的兽神，就不该存在于这世间。就算是赔上我的性命，想伤害他的兽神，就不该存在于这世间。就算是赔上我的性命。漫天冰晶骤然炸裂，刺骨的杀意如潮水般涌向灵犀。不要！白福的脚步猛然顿住，周身翻涌的杀意微微一滞。白福，不要！我不要你背负杀害雌性的恶名，更不要你遭受天罚。为了灵犀这样的雌性，不值得。你看，我已经没事了。你杀了他的3个兽夫，这个惩罚已经足够重了。而且，我还想要和你结侣，想要和你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，不能因为灵犀破坏我们的未来。白福凝视着他，眸中的寒意仍未散去，可心底却涌上一丝从未有过的困惑。为什么呢？他明明差点死在灵犀手上，为什么现在却替凶手求情？他明明可以理所当然地接受他的复仇，雌性不是都这样吗？让雄性为他们而死，并为此感到骄傲，可他却舍不得。不行，他想杀你，我不能留他。那就把他一家都驱逐出部落，让他们自生自灭。总之，你别杀他好不好？我不想你死。他不是不恨灵犀，他只是更怕失去他。白福，你放过灵犀这条烂命吧。他已经因为谋害雌性死了3个兽夫。消息传出去，密文森林没有哪个部落会收留他，让他自生自灭吧。崽呀，天雷落下来，你以后还怎么陪着梦瑶崽崽呢？你是想要他伤心死吗？兄弟，你冷静点，凛冬马上来了。陆梦瑶没有其他兽夫，他一个雌性怎么过冬？驱逐灵犀家族，兽神一定会惩罚他的恶行。白福眼底的杀意仍未消散，寒霜在他指尖缠绕，但最终他没有动手。他不能死，他不能留下他一个人在这残酷的兽世里独自面对凛冬。滚！从今往后，灵犀家族永不得踏入双狼领地，除了身上的兽皮，
一根毛都不许带走。我会让所有部落知道你做了什么，敢收留你的部落，就是双狼的敌人。什么？灵犀竟然敢谋害雌性？那可是狼王带回来的妻主啊，他疯了吗？太恶毒了！这样的雌性谁敢收留啊？滚！我们巨蜥族没有你这种卑劣的族人，敢谋害狼王的妻主，你还有脸回来？接纳你就是与狼王为敌。你以为自己有多珍贵？哼！我们不会为了你承受狼王的怒火。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巨蜥族人。滚！灵犀瘫软在地，终于意识到他彻底完了。凛冬将至，可从今以后，他只能像最低贱的流浪兽人一样，在荒野中挣扎求生，直至被野兽撕碎，或者被寒冬吞噬。还难受吗？真的没事了。以后再也不准离开我的视线。大夫，瑶瑶，我们结旅吧。瑶瑶，今天这样的情况，我真的很害怕，感受不到你的位置和安危，没有方向，只能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闯。如果再晚去一会儿，我可能就会永远失去你。给我伴侣印记好不好？让我随时知道你在哪里，安不安全？大夫，对不起啊，让你担心了。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，我可能只能活几十年。以前我不敢和你结旅，怕不能陪你白头偕老。但是今天我快死的时候，满脑子都是你。我想和你结旅，哪怕时光短暂，我也想用尽全力和你在一起，在我有限的生命里给你幸福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瑶瑶，我的瑶瑶，如果你的寿生短暂，我愿陪你一起消亡。这一世，你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兽皮毯上的绒毛扫过脚踝，他整个人被笼罩在炽热的体温里。白符的吻落在他眉心时，火堆里恰好传来了木柴燃尽的轻响。他们终于在这一刻完成了爱的仪式。饱了？饱了，特别饱。可我还饿着。你明明吃了3大碗。白符唇角微勾。白符啊，我腰好酸呀，腿也疼，你放过我吧。我帮你揉揉。别，我不疼了，我骗你的。骗我？要接受惩罚。整整1周后，山洞的兽皮帘才终于被打开。喂饱了吃人的双狼，陆梦瑶可算是有时间研究他心心念念的空间了。他尝试用意念召唤空间，不一会儿，眼前就出现一个1平米大小的光圈入口。他探头进去，发现里面竟然足足有3立方的储物空间，这比预期的大太多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的空间怎么会这么大呀？白符此时慵懒侧卧在他身旁，手指摩挲着他小腹上的伴侣图腾。按理来说，白符作为第一兽夫，灵魄应该出现在蛇形图腾心口的位置。可是为什么我的灵魄出现在了舌头？可恶！难道瑶瑶心中的第一兽夫另有人选？莫非是那个献上自己逆鳞的蛇兽人？可是也不对啊，瑶瑶根本不珍惜那片逆鳞，切菜刨坑怎么脏怎么来，并不像对我的兽毛马甲那般爱惜。瑶瑶心里根本就不重视逆鳞的主人啊！奇怪，太奇怪了。白符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哦，可能是因为你的兽夫很强，行星越强，空间越大。原来如此，那我们放些东西进去吧，好不好？奇怪。白符小声嘀咕一句，低头看向自己心口的伴侣印记。第一天结完旅，他就发现了不寻常。他的伴侣印记不是妻主的绿蛇兽形，而是双狼。胸前浅绿色线条勾勒出的，分明就是双狼的狼首，四周还围着一圈。这也不是蛇呀，怎么看怎么像是一条花腕。白符。哦，我在。我们放些东西进去好不好？好。瑶瑶，你的兽形真的是蛇吗？这叫我怎么回答呀？总不能说我的兽形是个人吧？瑶瑶，我想你的伴侣图腾应该是一种植物，虽然没见过这种花，但我的灵魄就结在花蕊处，环绕在你腰上的线条，与其说是蛇身，倒不如说是一只花枝呢。所以，我的瑶瑶是个小花妖吗？被你这样一说，确实怎么看怎么像朵花，不是只猴，也不是蛇，是朵花吗？
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白福，我还有件事儿没告诉你。他终于鼓起勇气向白福坦白了自己穿越者的身份和部分过往经历，不过他没有细说曾经在地下遭受的苦难。白福的爱这样热烈，他不想让他看到自己最不堪的过往，